风拂荷塘，自留一抹清香。大家好，欢迎来到河上清风。黑洞洞的山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看着林回。林回皱着眉头，不知道哪里来的劲头，一股脑地往里面走着，脚步落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周围安静极了，隐约能听到水滴的声音，滴答滴答滴答，或许根本不是水。突然林回头顶一凉，连忙抬头看过去，不过是一阵悄然的风。风过了，周围重新归于安静，安静得让人害怕。突然又一阵风，再回过头去的时候，林回已经没机会看清眼前究竟是什么东西，反而是整个人都被抬起来，双脚离的像是飞翔。如果这样的力量真的能被自己控制，那的确是次美好的回忆。恐怖的就是林回连抱着自己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又或者这根本不是东西啊！哎呦，周围好像是个地穴形状，仿佛再也出不去了。这里是为某人量身定制的牢笼，主角不过是个玩物。等到林回清醒过来的时候，立马从床上跳起来，身上没有一点的不适，反而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种安心的熟悉感。这样的感觉是林回陌生又害怕的，他不喜欢熟悉任何人。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吹来了一阵阴风，林回被冷得打颤，一回头却发现身后站了个壮实的黑影，吓得他脚步不稳，无法保持平衡，足足向后移到墙上才停下。那黑影像是会飞，随着林回的后退也跟着前进。林回发现这不是黑影，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男人。用男人形容还是不怎么准确，这更像是个男鬼，一身宽大肥硕的黑色衣服，还保留着古代人的穿着，一张煞白却不失英俊的面孔，周身散发着阴冷的气息，让人不住的发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双眼神，纠结复杂的情绪，好像思念，又好像愤怒，各种各样的掺杂在一起，交织在林回身上。林回有些震撼，隐约想起师父说鬼怪会保留死去时身上的穿着。如果眼前的人不对，如果眼前的鬼真的是鬼的话，那他一定是一只老鬼。两人对视了许久，林回被瞪得有些心虚和害怕，好不容易鼓足了勇气，瑟瑟发抖地询问着：“你是谁？”话音还没落，一个炙热的吻便迎面而来，将林回剩下的话全都堵在了嘴巴里。一双大手接近林回瘦削的身子，温柔的让林回的肉体更贴近自己。我叫玉桂，记住了。几乎是瞬间，林回的脑海中就出现了这两个字，不用询问，仿佛是就有。这人的名字如何书写，早就深深地烙印在心底。我记住了，后知后觉的才想起来要挣扎。林回似乎还在被强，不要，你放开我，你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不，我以后要天天这样做。林回的心狠狠一颤，双手交叉，舒展画圆，嘴唇张合，饱满湿润，胸脯起伏，心跳加速，青丝交缠，刺耳尖叫，两个火人交织在一起，缠绵着无法分割。踏上，毯上，青石上，欢爱的印记随处跑，空气中飘满了情欲的气息。林回满脸绯红地躺在榻上，浑身早已发软，无法动弹，背后的蔷薇印记正在散发淡淡的光芒。玉桂轻柔地将林回翻了个身，两张脸相对着，林回隐约看到玉桂胸前好像也有蔷薇印记。玉桂用不舍的眼神盯了林回半晌，张开嘴，一阵乌白色的气吐出，林回便失去了意识。只有我们才可以把对方伤害得遍体鳞伤，然后拥抱在一起舔舐伤口。林回，你怎么了？没事吧？女孩缓缓地睁开双眼，看着眼前这个眼神无比温柔的男人，回忆起刚才的梦境，有些恍惚。没事，这场梦十分的真实。事实上，从很小的时候，女孩就拥有了这段记忆，自那之后总是无意中想起，好像是作为怀念，只被女孩当作是青春期该有的梦境，成长道路上必经的一站。女孩摇了摇脑袋，没有波澜的双眼看向四周。女孩现在正躺在树下，
此时正好夕阳，风飒飒地吹着，吹起女孩的头发。身边的男人关切地看着女孩，想说些什么，最终没有开口。他有太多没来得及说出的话了，多一句没关系。林回就是这个女孩，已经15岁了。15岁的早熟，就像是饭里的沙烁，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太期待的伤痛。身边的男人是林回的大师兄，比林回大了20岁，永远像是父亲那样关照。虽然林回并不知道父亲这个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师父在林回眼中是令人讨厌的存在。他总是凶相毕露，全然没有一个道士的仙人模样。通过大师兄得知，原来是寺门被人敲响了。两人连忙来到寺门口，硕大的门屹立在眼前。林回仰头瞧着，这扇门在林回的记忆中从未敲响过，但此刻却显得有些震耳欲聋。林回一下就想到了那场阴郁的梦，整个人不由得微微颤抖。那扇门后面是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但就像是潘多拉魔盒一样，蛊惑着他的心。没过多久，随着方师傅的赶来，大门才得以打开。林回怯生生地在后面站着，一双大眼睛仔细地瞧着。门外站着的是一名流浪汉，他符合流浪汉的所有特征：衣衫褴褛，脚步蹒跚，还有无所畏惧。据流浪汉的回忆，10年前方师傅曾经帮助过他，也是在寺庙门口给了他一杯水。时过境迁，流浪汉有了儿子，可自己却时日不多。想到曾经的方师傅来到山上整整寻找了5个月，就为将儿子托付给方师傅。林回重新侧头看过去，一个稍显英气的男孩形象进入到了林回眼里。只是男孩此时眼里还闪着泪花，看起来脆弱的像个小孩。方师傅似乎是被这坚定的信念感动了，他能看出流浪汉的寿命已然多支出3个月。这3个月是违反天道的存在，下辈子定要补偿。流浪汉拿下辈子的痛苦作为交换，方师傅没有犹豫，留下了男孩。之后的流浪汉去哪里了，不得而知。这一切对于林回来说，只不过是身边又多了一个师兄。5年后，林回，快点，方师傅找你呢。说话的小伙子名叫圆锥，正是当年流浪汉的儿子。22岁正值壮年的他，圆锥长相俊朗，平时话多，是挺热闹的一个小孩。可在练习道术这方面却一窍不通。用方师傅的话来说，没有慧根，不可教也。和林回的关系很好，这种好早就超越了友情爱情，转化为了亲情。林回20岁了，平时不爱说话，可一双大大的眼睛却代替了好看的嘴巴，让林回整个人显得更加灵动。林回是有慧根的孩子，从小就在学习道术这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只可惜他的心思一点不在这上面，甚至对于学习道术十分排斥。我才不想去见他。林回坐在树下，歪着脑袋，满不在乎地说着，一双眼睛灵动极了，仿佛是集天地万物灵气所制成，只一眼便陷进去，无法自拔。林回的面容也是姣好的，清丽的长相超脱凡物。这时一阵风吹过，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林回抬起头来，望着天边的晚霞，感叹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圆锥一把将林回拽了起来，带着无奈的林回来到方师傅的卧房门前，低头守着。傅欢此时也站在门前，慈爱看向一步步走来的林回，十分自然地拉过林回的手，继而转过头，恭敬地对门那头的方师傅说道：“方师傅，我们来了。”方师傅此时已经两鬓斑白，却没生出一点归西之态，反而神色更加健朗。今晚我就要进后山了，1个月的时间，希望你们不要荒废，好好练功。是。方师傅像以前那样，简单交代了几句完全可以不出现的话，就让3人离开，简直是当猴耍。林回烦闷地走在路上，地上跟着一路的石子被踢来踢去，看起来可怜极了。可再看看林回撅着的小嘴巴，倒也生不起气来。师傅又闭关了1个月的时间呢，每天都不知道干什么，无聊到爆炸。
林回抬起头来看向天空，羡慕的眼神跟着几只白鹭划过天际。林回无奈低下头叹气道：“哎，鸟都比我自由，我还算是人吗？”只见林回的小眼神360度转了一圈。哎，对呀，没乐子我去找乐子啊，出不了寺门，我去后山转转，反正师傅今天也要去，我就跟着一起。林回显然被自己大胆的想法吓了一跳，他还从来没去过后山呢，继而又兴奋得不能自已。师傅每3年一次闭关还是比较频繁，林回早就把方师傅几点出门都摸得清楚，因为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矛盾的心情却又驱使着。犹豫不决的林回先是灰溜溜地回到房间，看到周围自己种植的绿色植物，心情才能稍微缓和一些。距离方师傅离开的时间越来越近，林回心跳的也持续加速。好，林回认命地拿上一把防身用的小刀子，起身开门出门，向好奇心低头。是夜，发凉。傅欢不知道为什么睡不着，想到了之前的事情，心烦意乱。上山之前，傅欢是一名通缉犯，不做亏心事才不怕鬼敲门呢。傅欢该是日日怕夜夜怕，辗转反侧，好不容易睡着，当晚就梦到来索命的鬼魂，张牙舞爪地扑向傅欢，牙齿发黑，浑身没有生气，像个死人。不是10个死人聚集在鬼魂身上。被吓得一身冷汗的傅欢从梦中惊醒，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害怕极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想洗把脸。可当他重新抬起头的时候，发现镜子里自己的模样和20年前没上山的样子并无二样。都说出家之后因为清修，脸上的面貌也会跟着变化。如果傅欢可以上网，真的想告诉世人这个美容妙招不是浪得虚名。2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傅欢的脸上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傅欢就吓傻了，待在镜子前，这不正是傅欢的梦中那个厉鬼的模样吗？之后的傅欢忘记自己是怎么离开厕所，又是怎么重新回到床上睡下，仿佛失忆一般，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已经没办法控制了。你确定从此你就是他的师兄？他会一直认为自己没有父母，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缺失，总比父亲是我这样的变态要好吧。把握现有的，去计较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正反都有道理可讲，就让我来决定吧。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好，你每半年都要静修1个月，这是我给你的要求，也是你留在这里的方式。是。而另一边的林回正小心翼翼地跟着方师傅。后山周围是有一圈结界，除了方师傅之外，林回还没见过谁能打开。如果想进去，就要跟着方师傅。林回的心跳得快极了，悄悄运用一点生疏的道术，再离着远远的，这才不能被发现。方师傅已经来到后山结界前，发白的长胡须飘着。只见方师傅伸出一只手，嘴里好像在念叨着什么法咒，很快手就亮出了白光，一下子照亮了结界。同时，方师傅整个人的身体被白光遮盖，竟也慢慢地融进了结界里。然后呢，没了。林回连忙跑过去，来到方师傅消失的地方查看。这怎么可能？除了脚印，谁能想象这儿在20秒之前站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呢，凭空消失了。林回抬起头来，看向眼前的结界，透明的一层在空气中荡着，不仔细根本看不出什么。这儿林回并不敢触碰，因为只要有人碰了，方师傅立马就能发现。以前小时候不懂事，没少玩，也没少被批评。甚至有一次，林回就是想知道，如果整个人跳进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于是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结果要不是方师傅赶来及时，林回早就成为一具尸体了，以至于每次想到都一阵后怕。不过说来也奇怪，这时候的林回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早就能感受那头好像有什么在召唤自己，而且愈发强烈。触碰他吧，谁？是谁在说话？林回吓得原地跳起来，警惕地看着四周，并立马拿出镶嵌着绿宝石的匕首，
紧紧握在手里。碰它，一切答案都会有的。你是谁？古怪的声音再次响起来。林回突然像是失去意识一样，整个人失去灵魂，呆愣住。下一秒，只见林回晃了晃身子，缓缓地走向结界处，没有丝毫的犹豫，向看不见的恐怖触摸下去。奇怪的是，这次林回并没有痛感，但林回还是被结界强大的力量击打到地上，一阵的风卷残云。林回恢复了意识，方师傅已然出现在面前，威严地看着林回。这种压迫感，一般人真受不了。师傅，对不起，对不起，我再也不敢了。林回害怕地蜷缩在一旁，一连道了几句歉。害怕不是因为方师傅，而是刚才突然那出现的声音和发生的事情。过来干嘛？林回没敢说话，像是所有被训斥过后的孩子，一双无处敢放的眼睛透露着无助。方师傅似乎也没打算听到答案。林回这样做不是一次两次了，之前方师傅也感受到一阵若有若无的气息，看来就是林回。其实方师傅还存着私心，他早就知道有人在，但这人隐匿气息这么好，一般人不会做到，就想趁机看看是谁，没想到竟是自己的徒弟。方师傅心底难免有些窃喜，回去抄写符文500张，我回来之后要看到。方师傅说完，一阵白光闪过，又不见了踪影。林回赶紧抬起头，看来方师傅没有生气，不由得松了口气。可是500张符文，1个月的时间怎么可能写完？不由得一阵懊恼，也不知道刚才是怎么了，莫名其妙就要作死，身体像是不受自己控制一样。难不成后山里有个怪物操纵了自己？林回打了个冷战，暗自摇头，安慰自己多想，认命地回到卧房。这个夜晚看上去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新的一次轮回。是啊，轮回这个东西和平时的确没什么区别。林回还没反应过来，莫名其妙身上就增加了500张符文的债，心情也跟着郁闷起来。坐在窗边对月星叹了许久，才开始动弹，将文房四宝摆在桌子上，漂亮的笔墨纸砚整齐地摆在桌子上，算是林回对生活的仪式感。轻轻地握起毛笔，干脆地落下第一笔。一阵大风吹过，面前的纸张被刮得群魔乱舞。林回皱着眉头，连忙抢救，灯也被这阵莫名出现的妖风给吹灭了。突然，一双毫无温度的手落在林回的腰间，一点点的夹紧。林回被吓了一跳，整个人像是石化一般变得僵硬，背部也迎来了同样没有温度，却让人莫名安心的怀抱。一阵子凉气从林回耳边穿过，林回能感受到右耳附近缓缓靠近的嘴唇。出惊人世的小姑娘哪里能忍受这些，忍不住发颤。林回，我的妻。风停了。林回瞪大了眼睛，身后的男人也勾起嘴角，发出若有若无的笑声。林回该是要回头的，身子却像是被控制住了一般，不敢回头，也不想回头。他害怕回头之后会面临更加恐怖的事情，所以让这个时间延长一些，再延长一些，似乎就可以永远不经历恐怖。怎么不敢看看你的丈夫？没等着林回做出反应，男人已经将林回公主抱起来。林回立马缩在男人的怀抱里，竟然像量身定做的娃娃合适。奇怪，竟然这么熟悉，和梦里的一样。下一秒，林回被狠狠地扔到床上，男人似乎有些着急，迫切地想和林回进行对话，却慌乱地说不出口，显得有些滑稽。终于，林回抬起眼，看向一旁的男人，这张脸怎么能这么熟悉？你是玉桂？莫名其妙又恍然如梦，林回竟然念出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对自己的做法竟然又如此惊讶。玉桂这个名字，林回从来没有听说过呀。除了在梦里，玉桂栖身上前，将林回压在床上，喘着粗气，凝结了100年的思念，此刻竟然变得有些胆怯。一双好像能看透人心的眼紧紧地盯着林回，像是在看自己的猎物。林回，我们好久都没有见面了，
一个吻，炙热而又温柔，扑面而来的占有，却又小心翼翼的害怕伤害。林回好像又回到了梦里，梦里有2个小人，一男一女，他们是田中耕作的仙人，他们是孽缘缠身的旅人，他们是与天争斗的伟人。林回的梦经过了3生3世，经过了花花草草，最终进入到了别人的梦里。这是玉桂在后山饱受折磨的唯一信念，也是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可这动力太强大了，以至于碰到什么好像都不会害怕。对于玉桂来说，这是漫长岁月当中唯一的慰藉，这是一场最美丽的梦境，更是玉桂日思夜想的一切。我们说好了，只要世界同时有我们的痕迹，我们就要让生命的轨迹交错。你和我永远是快乐的鸟，有你，即便是雷雨暴风，我也是快乐的鸟。这辈子，我不管你是什么，我爱你，和其他一切事物都没有关系。对不起，我该熬住不叫痛，我该当时决然的离开。他们说的错，可我们是对，我们要说错，不随他们的愿，大不了翻个天，天为不公，地也不愤。我舍去一切，我放手去搏，去捍卫这真理。天堂地狱我都随你去了，只求别让你痛苦。林回缓缓地睁开眼，梦中的一切竟然这样让人熟悉，印象深刻。一滴晶莹的泪划过林回的脸颊，没发出一点声音。玉桂被绑在地穴中，浑身都由鲜血包裹着，狰狞的脸上带着一双脆弱的眼睛，像野兽一般发声怒吼。参差的牙被自己咬碎，身心正饱受折磨。醒得这么早，不多睡一会儿，昨晚够折腾的。林回刚一睁开眼睛，就看到身旁的玉桂。此时的玉桂正在温柔地凝视林回，虽然有些不习惯，但这似乎是多年来的每天。玉桂伸出手，轻柔地将林回眼角的泪水拭去，轻笑了一声。白天林回才认真地端详玉桂，一双看透一切的墨绿色眼睛，挺拔执拗的鼻子，轻薄的唇。玉桂竟然是这么好看吗？完全长成了林回心目中那个人的样子。可是，一低头，林回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耳边又回想起玉桂说的话，昨晚够折腾的瞬间，红了脸，看着林回脸上丰富有趣的变化，玉桂不由得笑出声来，忍不住一把将林回搂在怀里，紧紧的，害怕林回再次离开似的。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满肚子疑问，就像是新生的婴儿，对周遭的一切都新奇不已。我会陪伴你慢慢成长的，你是个很好的榜样和老师，这些都是你教我的。现在轮到你收作业了。玉桂说着，又低下头，在林回的额上印了一口，眼神中满是宠溺。林回也盯着玉桂，可林回却皱起眉头。完了，我要迟到了。林回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却因为没有衣服而被限制住，无法动弹，着急地说道：快，你快点给我拿几件衣服过来，早饭大家是一起吃的，我过去晚了，他们就该过来了。是吗？那就让他们过来呗。玉桂一边坏笑着，一边熟门熟路走到衣柜前，拿出衣服扔给林回。林回没有说话，低头红着脸换衣服，却对于玉桂知道自己喜欢衣服的样子很是不解。其实玉桂这个人的出现，他就应该是感到疑惑的，只是玉桂没给林回时间疑惑，快速换好衣服，林回赶紧出门。这个时候，饭堂里，傅欢正在闭眼打坐。与傅欢的安静不同，圆锥倒显得着急许多，一会儿摸摸自己的肚子，一会儿看看门外有没有林回的身影，最后对饭兴叹：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林回马不停蹄地赶到饭堂，整个人显得有些慌乱。圆锥不由得笑出声，打趣道：我都快要饿死了，这么好的饭菜，只能看着，对不起啦。没起来。林回说着，小心翼翼地大量着傅欢的神情，缓缓地坐下。人齐了就可以吃饭，但还要长辈先动筷。傅欢终于睁开了眼睛，淡淡地说道：没事，按照规矩来就好。按照规矩，林回的心此刻就是干涸的沙漠，毫无生机。规矩就是抄写100张符文，再加上之前的500张、600张啊。
林回觉得以后十分有必要先写一堆这些东西保存着，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派上用场。潦草的吃过饭，林回也没吃多少，扒拉了几口就回了卧房，缓缓地推开木门。比起抄写符文，更重要的是搞清楚玉桂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像是鬼，虽然昨天过得挺开心，这并不代表林回就无厘头的相信玉桂是个好人了。他毕竟是个鬼，而林回是个道士。于是想着赶紧回去拿上师傅给的降妖除魔的宝贝，用来防身，再次失身。可是刚一回来，却发现整个卧室都空无一人，就像昨天晚上一样，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之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境。不，这次林回可确定这不是梦啊！仔细一瞧，桌子上多了一张纸条：林回，回来后西湖见，有事说，玉桂留。还真是言简意赅。林回不由得啧嘴，又想到什么似的，连忙起身，再次站在书桌前的时候，衣服里已经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除鬼工具。仔细想想，昨天玉桂就没有伤害我，而且看起来好像很温柔。他说过今天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我可以相信他吗？他又是怎么出现在这儿的？会不会和我有关系？如果是那样，他或许还要继续利用我，不会伤害我吧？犹豫了许久，林回缓缓地将衣服里藏着的除鬼工具拿出来，摆在桌面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一阵急切的敲门声。不用犹豫，不需要质疑，一定是圆锥。林回，开门啊！我知道你在家，开门啊！开门啊！开门！开门！开门！哎，你开门这次好快！圆锥好奇地看着林回，今天迟到，还一溜烟就跑回来，和你说话也魂不守舍。肯定出事情了。圆锥一边说着，一边掠过林回，进到屋子里，然后一屁股坐在床上，眼睛很快就被桌子上琳琅满目的除鬼用品吸引了，又立马跳起来，跑过去并拿在手里把玩着，一边玩还一边说着：“师傅就是喜欢你。这么好的东西也给你，我就没有。”林回在圆锥坐在自己床上的时候，俏脸一红，想到昨天和玉桂在这张床上做的事情，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情欲的气味。幸好圆锥起来了，不然林回状态不对劲，难免要被追问。你的不少东西我也没有，师傅一直都是按照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东西才给我们的。林回连忙走到床上坐下，以免圆锥再不懂事。看着圆锥忙忙乎乎地玩着自己的宝贝，林回倒也不着急，只祈祷他快点看完，然后快点离开。符文，你一回来就抄符文了？绿宝石匕首，师傅把这个都给你了。玉桂让你去西湖边呢。林回这下坐不住了，一个猛子站起来，红着脸抢过圆锥手里的纸条，二话不说，咔咔咔就撕碎了。真的是失算，玉桂给我的纸条还放在桌子上呢，这下好了。圆锥知道了，我应该怎么解释啊？最重要的是，我知道的比圆锥也多不了多少啊。正当林回慌张的时候，圆锥立马凑上来，暧昧地笑着说道：“嘿嘿，我告诉你，其实我早就都知道了。昨天你跟踪方师傅去后山，我都看到了。”啊，你都看到了？是啊，500张符文，昨天你抄了很久吧？是这样。哼哼，我就知道，所以玉桂这个名字也是你自己瞎想出来的。你就是喜欢幻想，我还不知道吗？嘿嘿，被我偷窥到了小女生的秘密，害羞了是不是？是，没事没事，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嘛，这算什么呀？好了，不打扰你了，知道你喜欢清静，我先走了。你好好抄符文，抄500份就够了，我帮你分担100，算是看破你小秘密的报酬，不用谢我。圆锥一边说着，一边向外走去，轻轻地打开门，还对着林回微笑。林回就已经暗道不好，外面那个冒出来的脑袋，还有这张脸，我的妈，这个人不就是玉桂吗？开始林回还对圆锥理解问题的能力感到放心，这下好了，玉桂又不是个傻子，
菩提寺里只有加上师傅4个人，没有第5个人了。现在玉贵突然出现，不就是打脸吗？哈哈哈，别太惊讶呀，我就是这么好的人。你放心，你的笔记我肯定模仿得很像。走了，别太想我。圆锥说着，回过头去，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玉贵邪笑一下，缓缓地走到惊讶的林回身边。怎么，傻了？让你去西湖，就是被这小子给耽误了。哎呦，还不少对付我的工具呀！你是准备把他们都拿上吗？那你对你的丈夫是不是太没自信了？林回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恍然大悟地说道：“他看不见你。”“只有你才能看见我。为什么？让你去西湖，本来想告诉你的，结果等了你半天你还不来，我就只好先自己回来喽。”玉贵说着，躺在林回的床上，舒服地眯着眼，看起来很享受。这让林回有些抓狂，连忙冲到玉贵面前：“你不是要告诉我事情吗？快说吧。”“真的吗？”玉贵转过头看向林回，墨绿色的眸子突然变得严肃。“你准备好了？”林回被玉贵的情绪带动了，也变得认真起来，正襟危坐地看着玉贵，点点头：“我准备好了。”只见玉贵伸出手指，指尖上方竟然飘着一缕黑色的烟，满是疼惜的神情看向林回，烟少了一些。下一秒，玉贵将手指指向林回眉间，背后的蔷薇印记突然变得更加深邃。原来昨晚在后山结界前，正是玉贵控制了林回，并通过林回让方师傅转移注意力，这才没有发现被困在后山的鬼王。玉贵已经悄悄地逃了出来，紧接着出现在林回脑海中的是一段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男人是玉贵，女人是林回。这些场景都太过真实，而且太过熟悉。林回不敢置信地看着玉贵，难以置信地张张嘴巴：“你真的是我妻子？相信了。”林回反复地回忆着脑海中这段新出现的记忆：“相信吗？太不敢置信了，这些都是真的。那我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玉贵听后轻轻一笑，伸出手反复抚摸林回的脑袋：“这些事情，你现在还是别知道，等到时机到了，你自然就知道了。乖，这声乖真叫人酥麻。好，我相信你。”林回说着坚定地点点头：“那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当然愿意，亲我。”“林回不敢置信地看着玉贵，没想到后者脸上还满是严肃，似乎这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看到林回没有反应，玉贵又不依不饶地说了一遍：“亲我，不亲不是好妻子，亲就亲，你以为我不敢呢？”林回死要面子，一闭眼，一凑近，两张唇相互触碰，触感柔软极了。林回有些紧张，好半天才缓缓地睁开眼睛。玉贵则是一脸坏笑着。玉贵告诉林回，自己的力量十分不稳定，稍不注意会发生反噬。西湖是菩提寺中鬼气最旺盛的地方，玉贵要去那里修行，长时间内无法回来，并欢迎林回去骚扰。玉贵临走的时候，皱着眉头看向桌子上的符文，一挥手，不光人消失了，桌子上竟然出现了500张整整齐齐的符文，而且每一张都是林回的字迹。林回吃惊地看着玉贵消失的地方，连忙凑过去仔细查看起来。这500张虽然都是林回的字迹，竟然还有的潦草，有的细致，这也太过于专业了。每次方师傅闭关，都是复欢馆寺中的大小事情，包括2个孩子们的练功情况。晚上是练功的好时候，复欢特别喜欢夜晚，修炼时间也改成了晚上。正当林回收拾好，准备在规定时间之前出门的时候，一阵脚步声传来。寺里人少，谁的脚步声？林回分得很清楚。林回已然打开门，看着门外急急忙忙的圆锥，面无表情地说道：“圆锥，怎么了？大师兄说今天不一起练功了，让我们2个人互相监督。你说大师兄会不会趁着师傅不在，所以偷懒呢？你以为大师兄是你呀？”林回没好气地说着，不被察觉地关上房门，让圆锥远离自己的床榻。“那我们就自己练吧，你脑子也坏掉了。
干嘛非要练功？这么好的时机，咱们出去玩吧。最近你们都变得奇怪极了，就只有我一个局外人。圆锥说着低下头，有些不开心起来。大师兄，大师兄怎么奇怪了？原来吃饭的时候，圆锥早早的就来到饭堂，饭菜还没有准备好，就跟着一起打下手。没想到一向兢兢业业的傅欢，竟然一边做饭一边睡着了。昨晚一看就没睡好，还有那厚重的黑眼圈。可更为奇怪的是，傅欢把圆锥叫过去，让他帮忙打点寺中的事情，推辞说自己没睡好，要回去休息。结果都一整天了，到了晚上竟然还没睡足。你确定你见到大师兄了？他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当然，整个人魂不守舍的，和平常完全不一样。林回脑子里立马浮现出玉桂的脸，不由得担心起来，会不会是因为玉桂的缘故，他对大师兄下手了，所以大师兄才变了样子？想到这儿，林回难免有些愤怒。如果因为玉桂的出现而让大师兄身体状况日益变差，那绝对不允许。圆锥看着林回莫名其妙生气的小脸，小心翼翼地提议道：“要不我们去看看大师兄吧？会不会是发烧感冒了？最近天气变化的厉害。”林回想了想，最后点点头。如果真的是因为玉桂，那么他不管玉桂说的是不是真的，他都会将他斩于剑下的。师兄，那是他不容许别人触碰的存在。圆锥在一旁看着林回阴沉的小脸，心中咯噔一声，一阵寒意从后背升起，他没来由地打了一个寒战。这样的林回，他敢说是他惹不起的。林回虽然面上看上去无害，可要是谁触碰到他的逆鳞，那就是在找死了。谁不知道林回在道术上的造诣极高？圆锥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只是林回不肯花心思在这上面，要不然师傅也不会对他这么严厉了。想到这里，圆锥叹了一口气，对着前面快步疾走的林回大喊一声：“林回，你等等我，再不走，等着我背你吗？”林回毒舌地回了一句，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着，速度还加快了几许。等到了傅欢的房门前，林回突然眯起了眸子，他清楚地看见整个院子都被一股浓烈的黑气围绕着，那些黑气盘旋在院子的上空，像是要将院子拆吞入腹，张牙舞爪的样子让林回心中没来由的一慌，强烈的不安在他的心底发酵，慢慢啃噬着他的理智。大师兄，林回上前，那些黑气竟然退开了，仿佛有灵智一般，为林回让开了一条道路，而且好像还有点怕他的意思，根本不敢靠近他。圆锥本想也上前，却被林回喝道：“不准上前一步！”圆锥被吼得愣住了，不解地问道：“怎么了？”听到圆锥的话，林回皱眉，回过头看着身边的黑气，问：“你难道没有看见黑气吗？”黑气？圆锥大惊失色，他看了看周围，却发现不了林回口中的黑气，不由更加惊恐。哪里有黑气？林回顿住，他忘记了，如果这些黑气是属于玉桂的，那么就只有他才看得见。啊，玉桂，我真是看错你了，什么前世爱人，不过是为了要修炼的借口。这个时候，林回才觉得自己是被耍了，他竟然天真的以为一个鬼真的会喜欢自己。他在发什么疯？你在这里等着，没有我叫你，别进来。林回深深地看了一眼圆锥，转身推门而入。下一秒，圆锥被弹出了院子的范围，他撞在外面的树木上，脑袋一阵眩晕，迷糊间似乎看见了院子上空好像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而且还是一条龙的形状。来不及叫出声，圆锥便已昏死过去。林回进了房间，四周的冷气朝着他涌来，这样的感觉是林回从未感觉过的刺骨，甚至比师傅让他抄写1000张符文还要可怕。林回每上前一步，周围的黑气就消散一分。床榻之上，冲天的黑气聚集在那里，一个人影被黑气团团围绕着，他端坐在床榻之上，黑气围绕在他的周围。眉心的黑气是最浓烈的，紧缩的眉头看起来似乎是在承受巨大的痛苦。林回快步上前，急切地叫道：“大师兄，
大师兄。正当林回快要触碰到傅欢的时候，傅欢突然口吐鲜血，鲜血溅在床前，白色的床铺被染得鲜红，而傅欢青色的衣衫上也沾染上了这不该属于他的颜色。林回瞳孔一缩，呼吸一滞，伸出的手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大师兄，林回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他不敢相信自己最敬重的大师兄就躺在自己的面前，还是这样一副虚弱的样子，这不是他想看见的。傅欢紧缩的眉头没有丝毫消减，他狠狠地咳嗽几声，血水从他的口中喷涌而出。他只缓慢地睁开眼睛看了一眼林回，嘴唇嗫嚅着，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随后便昏了过去。傅欢昏迷，房间的黑气犹如潮水般退去，就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看着迅速逃离的黑气，林回微微眯起了眼，这种感觉怎么那么熟悉？一股熟悉的感觉萦绕在林回的心头，他总觉得这些黑气的气息在哪里感觉到过，但就是想不起来。他来不及细想，上前查看傅欢的情况，发现傅欢只是太虚弱，没有其他大问题之后，不由松了一口气，将房间打扫干净，林回才退了出去。到院子门口的时候，他才发现昏倒在地的圆锥，刚刚才收拾完一个，这里怎么又倒一个？林回翻了翻白眼，不是说好来找师兄，怎么变成他一个人照顾别人了？照顾师兄也就算了，圆锥这臭小子凭什么呀？虽然心中在这样吐槽，但是林回还是认命的将人给拉回了他原本的房间。圆锥呢喃一声，然后大叫：“啊！”正走进来的林回吓了一跳，怒吼道：“你鬼叫什么？”圆锥愣了一下，然后抱住自己的头，哎呦哎呦的直叫唤，那模样看起来甚是滑稽。林回翻了白眼，将拧好的帕子直接摔到圆锥的脸上，也不管对方是不是听得清，自顾自地说道：“给我闭嘴！”圆锥咽了咽口水，他从来没有觉得林回这么凶过，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是拿下了头上的帕子，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他。突然，他像是想到什么，抬头怔怔地看着林回，呆呆地问：“大师兄，怎么样了？”这话一出，林回的心就像是被水打了一拳，他面露难色，神情间满是难过，不过说出口的话却是：“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就好。这件事不要告诉师傅，不然还指不定要出什么乱子。”圆锥虽不知道林回这话的用意，但还是点点头，选择了听从。林回叹了一口气，转身出了门，只留下圆锥一个人在房中。他抬头看了看头上昏黄的天空，皱起的眉头难以抚平，脑子里浮现出的那种熟悉的感觉让他避无可避。玉桂，他细细地咀嚼着这两个字，像是要将它们念清楚，拆分开来，一笔一画地弄个明白。那些黑气和玉桂身上的一模一样，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躲着他走，也终于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那样的感觉了。林回的眼睛微微眯起，他想起了玉桂说的那些话，顿时觉得有些好笑。玉桂，你究竟将我当成什么了？说这话的时候，林回的语气是带着些许迟疑的，或许他的心里还在对玉桂抱着些许希望。他不能忘记他们一起缠绵的画面，那些都不是假的，自己的怦然心动也不是假的。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什么前世爱人，难道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数的疑问堆积在林回的脑中，他觉得自己的头快要炸裂。静下心来，林回才能好好的思考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山洞、师傅、大师兄、玉桂、修炼，这些词语如同魔咒萦绕在林回的耳边。他看了一眼桌上的那些符纸，那些都是玉桂弄出来的。当时他的心里还觉得这是一种爱意，怎么现在看来越觉得是讽刺呢？林回拿出了被收起来的驱鬼法器，眼神恍惚了几下，深吸一口气，将那些符纸放回自己的抽屉，简单的收拾了一些行李，就朝着玉桂说的修炼之地出发了。他离开之前，只在桌上放了一张字条，大意就是让圆锥他们别担心之类的。
可是他不知道，这一去竟然让他的整个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湖边上，玉桂一身黑色衣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她神色倦怠，满脸的疲惫怎么也遮挡不住，低沉的声音被风吹散，听不清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只是看见她的唇一张一合，对着空气说着什么。不一会儿，一团黑影离开，还发出了一阵尖锐的叫声。玉桂用手揉了揉眉心，顿时觉得脑子一团乱。他将一部分元神留在山洞里，自己只带了一些手下过来，不知道林回怎么样了，有没有在想他。玉桂低声笑了起来，嘴角勾起的笑容很是温柔。若是那些个老怪物看见他的这个样子，准会笑话他吧。可是那又怎么样呢？那是他的妻啊，他唯一在乎的人就是他了，再没有什么人能够抵得上他的一颦一笑了。就算是为了林回，玉桂，你也要坚持下去。想到这里，玉桂嘴边的笑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恨意。要不是因为当年的那些事，自己怎么会和林回分开？那些人，他一个也不会放过，一个也不会。冲天的黑气在湖上散开，玉桂身形一晃，人已经到了湖中心的位置。那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漩涡，漩涡中心有一颗白色的珠子，珠子透露出一股邪气。这颗珠子是玉桂修炼的关键，只要将它完全转化为自己的东西，那么玉桂的情绪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就可以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了。玉桂大手一挥，那颗珠子就进入了她的身体里面。可是下一瞬，一道白光竟然将珠子给抢走了。玉桂大吃一惊，想要伸手将珠子抢回来，可是在看见是谁动手之后，愣在了原地。林回，玉桂不是没有想过林回会来找自己，可是她没有想到这一天会这么快。他们不是才分开吗？难道林回已经想念自己到了这种地步？林回真的离不开自己了吗？玉桂从最开始的震惊，到后面的欣喜若狂，滔天的喜意将她淹没，这是她从来都不敢想象的。虽说他们两人现在已经是亲无可亲的关系，但是林回主动来找他，足以让他高兴得疯掉。林回站在湖边，看着玉桂满心欢喜地朝自己飞了过来，心中的怒意与不舍相互纠缠。他到底应该怎么做？是杀了他，还是选择相信他？林回的想法没有被玉桂察觉到。林回面无表情，他本就是这么冷漠的，只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所有的情绪都会写在脸上。圆锥说这是青春期少女的特质，可是林回不以为然。他林回怎么会被这种小事所烦扰？林回，你怎么来了？你来看我的吗？玉桂在林回的身边停下，她张开双手，想要将林回揽入怀中，可是林回却后退一步，躲开了这个拥抱。玉桂不解地看着林回，不明白为什么林回躲开。怎么了？玉桂面带忧色，询问道：“是不是你做的？”林回直截了当地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他不是那种拐弯抹角的人，有什么事一定要问个明白，不然这种感觉会一直缠绕着他，让他喘不过气。林回的话让玉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做了什么？什么？我大师兄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林回重复了一遍，看向玉桂的眼神愈发的狠毒。玉桂伤害谁都无所谓，甚至是伤害他也没关系，但是傅欢绝对不可以。傅欢那么温柔的一个人，怎么可以对他下毒手？林回的心中最在乎的不过是傅欢而已。他一直觉得傅欢不像自己的师兄，更像是自己的亲人。他无父无母，从记事起就一直在寺庙里面，师父几乎不会过问他，他是由傅欢带大的，与傅欢的感情自然也是无人可比的。他从来不会和傅欢生气，因为他知道，只有傅欢是真心待他好的，傅欢有什么好东西，都会第一时间给他。就算是方师傅对林回再怎么严厉，傅欢也会悄悄帮着他。傅欢在林回的心里就是独一无二的，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毫毛，他都会不计代价地讨回来。林回身上散发出来的阴沉气息令玉桂皱眉，他的神情是从未有过的严肃。看向玉桂的时候，
眼睛里的光似乎都凝结成了实质的刀剑，一刀一刀，宛如在凌迟玉桂。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了，他们两人就这么站在原地，没有人先开口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着，似乎要将对方眼中的神情看个明白。但是他们都知道，要是这么待下去，根本就没有返还的余地。湖面被风吹开涟漪，树叶在空中打了一个卷，悠悠然然飘落入水中，一切都安静，没有任何的声音能够打破这份安静。你做了什么？不清楚吗？最后还是林回率先打破了这份宁静。他不愿意就这么安静地待着，他只想尽快找出事情的罪魁祸首。林回的话像是一根针，深深地刺进了玉桂的心中。纵使他是一个鬼，没有痛觉，但是仍感觉到了自己心脏处传来的刺痛。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就像是你得到了一个很美味的蛋糕，就快要吃掉的时候，却被人给抢走了，还当着你的面吃掉。那是美好事物被抢走时候的失落感。玉桂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回，他不相信这话是他说出来的，可是事实摆在他的面前。林回在质问他，他连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林回竟然就在这里质问他，从寺庙出来，他就到了这里，一路上想要他命的鬼怪不计其数，但是都被他打退了。现在他浑身的气息不稳，就是因为听到了自己最不想听到的话。他在深渊里面苟延残喘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那虚无缥缈的诺言和爱情吗？现在他的爱情质问他，哈哈，竟然质问他。林回，我做了什么？你倒是说说，我做了什么？玉桂幽深的眸子平静地看着林回，想要听听看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值得让林回专门从寺庙出来找自己。林回冷眼看着靠近自己的玉桂，拿着手中的珠子，突然觉得是个烫手山芋，扔掉也不是，不扔也不是。这颗珠子是玉桂好不容易找到的修炼之物，对于他的修炼大有裨益。可是现在他也顾不上了，他满心都是林回，视线所及之处全是林回。他们是千年的爱人，是别人无法分割的爱人，他们是穿越时间的爱人，是生命中只剩下彼此的爱人。而现在林回不相信他，玉桂，你在我面前不用装了，你不是想要修炼吗？据我所知，最快的修炼方式就是吸食人的阳气，而我大师兄今日无缘无故吐血昏迷，他院子周围还都是和你气息相同的黑气，不是你做的，还会是谁？这不是问句，只是在陈述林回知道的事实。可是这在玉桂心中根本不是什么事实。玉桂笑了，那样的笑看在林回的眼中，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会觉得心脏的地方会有一丝疼痛，仿佛被人用刀在心上捅了一刀，一道口子出现在心脏上，风灌进来的时候，拉扯的疼。无数的黑气都笼罩在玉桂的身边，瞬间将林回推出去几米远。原本密不可分的两人，此时他们竟然像是隔了几座大山的距离。明明昨日还是那么亲密无间，怎么今日就弄成了这般光景？林回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是想要找到底是谁加害于傅欢，别的什么都无所谓。所以你就单凭黑气就认定是我？玉桂的笑似乎有种神奇的魔力，他就远远地看着林回，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四周的空气全都凝结在一起，整个空气都压抑了。林回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气息不稳，可是面对玉桂，他不想示弱。除了你，我想不到是谁。玉桂此时已经处于狂暴的边缘，他最近一直没有好好调息自己的力量，无数的恶鬼都想要争夺这股力量。前几日他和林回在一起的时候，好不容易将那些躁动的力量给压制了下来，此刻便是想要压制也不行了。无数的黑气将他包围，他慢慢被黑气吞噬，一双黑色的眸子在此刻也变成了嗜血般的红，指甲瞬间变长，连獠牙也露了出来，原本如瀑的黑发此时已经全然散开，在空中胡乱飞舞，渐渐化作了3000青丝。看见他的变化，林回大惊失色，这是什么？林回，
你不信我？玉桂咧着嘴，一抹笑意在嘴边漾开。明明是好看的容颜，可是配上他现在的样子，完全就像是个疯子。獠牙、白发、红眸，这些都让林回厌恶。他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以吸食人精气为修炼的鬼怪。他不是学艺不精，只是不愿意学而已。若要说起来，整个寺庙中，除了方师傅，就只有他的道术最强。他将后背上背着的包袱取了下来，拿出里面的东西，那是一柄长剑，通身银白，蓝色的剑穗挂在尾端，红色的宝石镶嵌在剑柄上，在光的折射下熠熠生辉。看见这把剑，玉桂眸子微缩。那是，我信不信你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伤了我大师兄。冰冷的话从林回口中说了出来，字字珠玑砸在玉桂的心上。他只是想要离他近一点，本来不是他该出来的时候，可是他感受到他了，他想要出来，为了见到他，甚至不惜自损修为。现在林回竟然为了别人要置他于死地，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爱而不得？玉桂的脸上出现了血红色的莲花纹路，整张脸被莲花占满，看起来恐怖异常。林回站在不远处，轻轻地拔出剑，剑锋直指玉桂的心脏。他一字一句道：“你伤了他，我不会放过你，那就看是谁不放过谁吧。”轻轻的语调在空中散开，这是完全不属于玉桂的声音，没有了低沉，剩下的只是尖锐的刺耳。可是这刺耳中又混杂了一些不易察觉的轻快，听起来就像是别人用刀尖在冰块上划出痕迹的声音。锋利的指甲挡住了剑的进攻，玉桂一个转身就将剑挑了出去。失去武器的林回只觉得今天自己算是玩完了。就在他等着玉桂的下一轮进攻的时候，却突然看见玉桂朝着湖中心飞去。林回心中一横，将之前抢过来的珠子捏了个粉碎。空中的玉桂突然掉入水中，片刻之间便被黑气吞噬，湖面上掀起惊涛骇浪，瞬间就平静无澜。这样快速的转变令林回吃不消，他找不到玉桂的影子，只觉得心中堵得慌。而在看见湖边的一样东西的时候，他忽然惊觉，或许自己是错怪了玉桂。圆锥醒来之后，立马就去找了林回，可是只发现了林回留在桌上的纸条。看了纸条的内容，圆锥暗叫不好，那些东西怎么是林回能够应付的？这下可要出大事了。你急急忙忙要去哪里？收拾东西找林回那臭丫头去。圆锥一边回答着，一边朝前面快速地走着。可是回答之后又觉得不对劲，转身回到刚才的地方，看见站在那里的人，不禁大叫：“你这臭丫头是要吓死我吗？”没错，刚才问话的就是林回。他之前在西湖边和玉桂交了手，玉桂不知所踪，他便回来了。怎么知道一回来就看见圆锥赶着去投胎的样子，不由生了捉弄的心思，也没有叫住他。后知后觉的圆锥看见林回冷漠的小脸上，除了冷漠就再没有别的神情，不由失望。好歹自己被捉弄了，这丫头怎么连个笑脸都吝啬给？之前不是还好一点了吗？怎么今天又变回老样子了？要是圆锥知道林回发生了什么事，估计也笑不出来的。林回并不想和圆锥多说什么，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身就朝着傅欢房间方向走去了。林回心里都是离去的时候，傅欢倒在床榻之上的样子，他十分不放心。就算是知道傅欢没有什么大碍了，可还是忍不住会担心他。圆锥见林回这样子，也没有多问什么，跟在林回的身后一起去了傅欢的院子。好在傅欢身体强健，不过半日的时间，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他看见圆锥和林回两人一同前来，不由奇怪：“你们怎么来了？不是应该在加紧练功吗？”傅欢还记得方师傅去后山之前叮嘱了几人要好好修炼的，要是方师傅出关的时候看见几人还是老样子，估计少不得又是一阵臭骂了。作为大师兄，这一点还是要督促的。原本看见傅欢没事了，两人的心中还是挺高兴的。
但是听见他说的话，两人的脸都不由得拉了下来。果然，师兄就是师兄，就算是自己受伤了，也不忘记提醒你要做功课。这种师兄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行了行了，走走走，我们练功去。圆锥说着，拉了林回就要走。但是林回岂是圆锥能够拉得动的？这不，圆锥就算是使了吃奶的力气，也无法撼动林回分毫。见此情景，圆锥双手叉腰，站在原地，问道：“林回，你咋了呀？咋不走？杵这儿你的道术就能天下无敌了？你话真多。”林回白了一眼圆锥，实在是不明白一个男人怎么话比女人还多的。要不是和他一起长大的，林回准会认为这货其实是个女人了。听见两人的对话，傅欢弯了弯嘴角，温柔的笑挂在嘴边，吹来的风似乎都被这笑容给温暖了。傅欢的笑容是最具有感染力的，而这样温柔的笑意也只会在林回的面前出现。这是属于给林回的温柔。微风中，三人站立，看上去格外的和谐。只是这份和谐很快就被打破了。大师兄，你身体没事了吗？说话的是林回，他正看着傅欢，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担心不是假装的，语气中的担忧也是真的。可是他的神情中却带了一丝怀疑。在回来之前，他曾在湖边捡到一样东西，而正是这样东西，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错怪了玉桂。林回捡到的是玉桂身上的一枚玉佩，可是这枚玉佩，他曾经看见方师傅拿出来过。上午的时候，他甚至还在傅欢的房中见到过。他记得玉桂和他说过，这枚玉佩是他的贴身之物，不会轻易离身，而且玉佩中还有强大的力量，要是被有心之人拿去了，会酿成大祸。这么想来，有可能傅欢受伤和玉桂根本就没有关系，而是被人诬陷的。想到这一点，林回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他误会了玉桂，而且还伤了他。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痛苦之色。他还记得玉桂脸上透露出的受伤的神情。若真的是自己误会了他，那要怎么办才可以解决？无数的疑问盘旋在林回的脑海之中，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傅欢看见林回面露难色，不由出声问道：“林回，怎么了？”听到傅欢的声音，林回摇了摇头，将脑子里的那些想法全都给抛了出去。现在不是想那些的时候。林回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才露出一抹笑容，对傅欢说：“大师兄的伤已经没问题了吗？”听到林回的话，傅欢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不过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神情，并没有让旁人发现自己的变化。傅欢点点头，语气极其轻柔地回答：“我没事，倒是你们两个还不赶快去做今天的功课，等着师傅出来挨骂吗？”圆锥倒是没有什么反应，他看见傅欢没什么大碍，就想要拉着林回走了。他记得林回还有几百张符文没有写完呢，要是在方师傅出来之前没有搞定那些符文，估计又是一顿打了。方师傅虽然一般不会对他们动什么手，但是林回是个例外，只有当林回做错事或者有一点没有做到他满意的时候，林回就遭殃了。他们私下都认为林回是方师傅下一任的接班人，要不然怎么会单独对他那么严厉？不论是谁，都会这么想的。偏偏林回没有半分这样的想法，甚至还对方师傅的举动多次表现出不满。众人只对林回的领情感到万分无语。林回静静地看着傅欢，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身走掉了。他的心里已经明白，自己是真的误会了玉桂。而傅欢身上的伤，估计是由于使用玉佩不当被反噬了。傅欢的形象在他的心里突然变了，只是他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是傅欢做的。而傅欢的表现也丝毫看不出来这件事与他有分毫关系。事情到现在这个地步，林回能够做的就是在寺庙里等待。要是玉桂还会回来，他就向他道歉；要是不会回来，林回从未想过，要是玉桂不回来，他要怎么办？这个想法在他的脑子里面一旦形成，就再也无法控制住了。无数的担心都跑了出来，
他离开的时候，玉桂是受伤了的，而且还是他亲手伤的。意识到这一点，本就面无表情的林回，此时的脸色更是黑得可怕。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丢下圆锥就回到了自己的院子，甚至还将房门给关上了。任凭圆锥在外面叫得多大声，他也没有理会。林回从抽屉里拿出了之前玉桂为自己弄出来的那些符文，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不管是为了什么。玉桂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的温柔不是装出来的，他怎么可以因为那些黑气有他的气息，就认定一定是他做的呢？他万分懊悔，没有问出那些黑气的来源。要是能够让玉桂亲自看看那些黑气，说不定会知道到底是什么人想要加害傅欢。现在不仅傅欢受伤，玉桂也受伤了，他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才能找到玉桂。这一次真的是他太过于鲁莽了。傅欢看着林回失魂落魄离去的样子，心中不由一痛，还是小心一点为妙吧。他叹了一口气，看向后山的方向，也不知道方师傅在里面怎么样了。被林回伤到的玉桂此时正在一处山洞中作息调养，他魔化的特征还没有完全消散，此时仍旧是红眼白发的模样，指甲老长，看得吓人万分。黑色的液体从他的手上滴落，滴在地上的时候，一阵白烟冒了出来，这液体竟然带有剧烈的腐蚀性。玉桂狠狠地咳嗽2声，眼神看向山洞外。这里是西湖边上的一处小山，谁也不会想到，堂堂玉桂大人竟然会在这种地方疗伤。也好，没人打扰他，倒是可以安心休养一段时间了。只是心中的委屈却在安静的时候被无限的放大。他做梦也不曾想到，林回竟然会将事情怀疑到自己的头上。想到这里，玉桂露出了一个苦笑，似乎是在嘲笑自己的天真。几千年了，他还是他，可是林回已经没了记忆，已经不是原来的林回了呀。玉桂伸手在腰间摸索着什么，片刻之后，他瞪大了眼，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腰间，原本应该挂在那里的东西却不见了踪影。他连忙站起身，在四周查看着，可是却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该死！玉桂低声咒骂一句，然后出了山洞。夜晚静悄悄的，一切都陷入了沉睡。可是林回却没有入睡，他静静地坐在院子的石凳上，看着天上的一轮明月，思绪飘到了几日前和玉桂一起说笑的时候。他从来不知道，原来这就是思念的痛苦。玉桂，对不起。叹息声揉碎在风中，也不知道玉桂会不会知道，要是知道了，会不会原谅他？林回双手撑着自己的下巴，只是默默的叹气。怎么现在才想起道歉了？低沉的嗓音从林回的身后传来。林回惊讶地转身，黑夜中男子的身影格外的显眼，微风吹起了男子的衣摆，墨色的长发在空中飞舞着，一双满是柔情的眸子深情地盯着林回，眼睛里只剩下了林回此时呆愣的模样。玉桂，林回不敢相信，站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玉桂。他原以为玉桂不会想要再见到自己的，现在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矛盾的心情了。玉桂轻笑2声，然后走到林回身边，他蹲下身子，让自己的视线与林回平齐，双眸注视着他，轻声说道：“怎么，看见我来，不高兴？”他说话的时候带了一种独特的温柔，那是只属于林回的温柔。林回张了张嘴，仿佛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一样。明明上午他才伤害了他，怎么晚上就……林回有些看不懂玉桂了，哪里会有人这么容易就原谅别人了？林回不知道的是，只因为是他，所以玉桂才原谅的那么容易。若是换做了旁人，那肯定是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对方的。但是这些事情，玉桂并不打算告诉林回。你没事吧？林回想了好半天，最后才问了出口。虽然玉桂是鬼不假，但是那些东西的威力，林回可是见识过的。普通的小鬼碰到就灰飞烟灭了，就算是玉桂法力高强，也不免会受伤。而且他还记得玉桂那个时候的样子，实在是可怕极了。
他真的不想第二次看见那样子的玉桂。你希望我有事？玉桂笑着反问。虽然他是笑着说的，但是语气里的淡漠着实让林回惊了一下。从林回知道玉桂的存在起，就没有感受过玉桂这样的神情。这样的玉桂让林回感到十分的不安，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这一刻开始就改变了。无端的恐慌从林回的心中发散开来，他身子微微往后倾，想要与玉桂拉开距离。可是玉桂怎么会容许林回离开自己的范围之内呢？他大手一捞，直接将林回拉入自己的怀中，死死地抱住他，不让他动弹分毫，被玉桂的怀抱勒得快要喘不过气来。林回想要推开他，但是却使不上力气，整个人被腾空。他惊呼一声，下意识地抱紧了玉桂的脖子，好让自己不掉下去。玉桂没有出声，只是嘴角勾起的弧度表明了他此时很好的心情。两人进了屋，玉桂大手一挥，将门给关上了，甚至还在门上下了一道禁制，防止有人会突然进来。被扔到床上的林回懵了，怎么突然就转移阵地了？不是，他们不是应该深入交流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吗？为什么要在床上？玉桂，你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谈谈。林回正色道。但是玉桂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和林回说那些有的没的？他欺身而上，直接堵住了林回那张喋喋不休的小嘴。世界终于清静了，而他心底的怒火也终于平息了下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像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一夜无眠，林回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才沉沉的睡去，而玉桂则是一脸艳足的搂着他，生怕他会跑似的。林回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色，心绪不由飘到了很远的地方。他还记得小时候，圆锥还没来，寺庙里就只有方师傅、傅欢和他。那个时候，方师傅老是训诫自己，责骂自己的顽皮。小时候的林回也是个淘气包，并不像现在这样一言不发。只是经过了那一件事之后，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旁人说话，就连傅欢和他说上几句，他都是淡淡的神情。要不是从小看着他长大，傅欢真的会以为林回是被人调包了。林回一直在寺庙里面，从他记事起，他的周围就只有方师傅和傅欢，没有同龄人的玩闹嬉戏。这并不影响林回对新鲜事物的好奇。5岁那一年，他悄悄去了后山，看见了方师傅口中所说的魔鬼。后山一直都是方师傅口中的禁地，但是林回人小鬼大，什么都想要去看个究竟。趁着方师傅出去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跑到了后山。那是林回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鬼怪，也是第一次见到玉桂的真身。只是时间太久了，林回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情境。他这些年一直会做那些梦，完全是因为当年看见的那些东西，只是这些事情他不敢对旁人说起，那是他埋在心里的一段往事。林回第一次看见玉桂的本体，那是一个很高大的身影，但是高大的不像是人，反而更像是一种怪物，头上还有很长的触须，影子落在地上的时候，看起来恐怖异常。那对触须甚至还飘到了林回的面前，和林回的双手接触了。当时的林回只觉得这个世界都疯掉了。一个5岁的孩子看见这样的景象，说不害怕那是假的，而且他根本就不相信有什么鬼怪。可是那天之后，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总觉得自己的身边会突然跑出来什么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林回的性情大变，再不像之前那样的天真，而是阴沉多疑。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变成一个阴狠多疑的少女，只需要一瞬间而已。这些事情玉桂是不知道的，那个时候的她被那些鬼气缠绕，根本就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只知道自己在不见天日的黑暗中待了很长的岁月，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他只能日复一日地在黑暗中度过，靠着那点微薄的回忆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消失的力量。玉桂是不记得那段日子的，那么无聊的事情还不值得他费心思去记下来。
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那个时候的样子竟然会被林回看见，这可能就是命中注定吧。后来的日子里面，林回对道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在方师傅的严厉教导之下，他却又是一副反抗的样子，丝毫不会因为自己喜欢就会多上心一点，有时候还会因为方师傅的态度而变得变本加厉的抗拒。后来加入的圆锥一直以为林回是不喜欢道术的，毕竟光看他的态度，根本就不会想到林回会喜欢道术。林回轻轻叹气：“玉桂，我到底要拿你怎么办呢？”本来是熟睡的玉桂此时却轻轻睁眼看着怀中的林回，他不知道林回在想什么，但是看见他脸上的愁容，他本能的想要将那些情绪给拔除掉。林回想了一会儿，最终还是睡着了。他的心里藏着太多的事情，也考虑的太多，这根本就不是他可以考虑的事情。索性让那些东西都抛之脑后吧。看见林回熟睡的面庞，玉桂不由弯了弯嘴角，在林回的额头上落下一个吻，如蜻蜓点水般轻轻地落在林回的头上。一个小小的印记在林回的额头上浮现，那是一个形状如同火焰的印记，散发着红色的光芒。片刻之后，光芒消失，连带着印记也消失了。玉桂闭上眼，他终于找到他了。林回醒来的时候，看见的是圆锥担忧的神情，他想要起身，可是却被一旁的傅欢给按住了。怎么了？林回不解地问道。圆锥只是皱眉，并没有说话，看样子是不想说。林回只好看向一旁的傅欢，示意他告诉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的身体被鬼气侵蚀了，现在需要静养。傅欢说这话的时候面露难色，脸上的担忧之色淋漓尽致，但是更多的是询问，好像是在问林回为什么他会沾染上鬼气。听到这话，林回愣住了，他怎么可能会沾染上鬼气？想到这里，他伸出自己的双手，果然自己的双手已经变成了不同寻常的白色，就像是死人的白，没有血色，甚至还有些发青。而他的头发原本是齐肩短发，可是现在却突然长到了脚踝处，就算是他的新陈代谢快，也不能一夜之间长这么长的吧？他昨晚不是和玉桂在一起的吗？怎么现在会成这个样子？玉桂去哪里了？林回心中的不安在此刻被无限放大，他急切地想要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是圆锥和傅欢的说法就是他被鬼气侵蚀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鬼气在搞鬼。你们让我出去，我要找人。林回想要下床，却被傅欢拦住。傅欢挡在林回的身前，第一次用严肃的口吻说道：我不管你要做什么，现在你只能待在屋子里，哪里也不许去。傅欢对林回说完，又转过身对圆锥仔细地嘱咐几句，最后出去的时候还从外面将门给锁上了。那样子分明就是要将林回关在屋子里。见此情景，林回忍不住了，大声叫道：你们要做什么？把我关在这里做什么？愤怒的声音传来，可是却没有人理会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林回瘫坐在床上，看着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心底一片凄凉。玉桂，你在哪里？林回喃喃，双眼无神地看着窗外。玉桂此时正在后山那里，看着一脸严肃的方师傅，不屑地哼了两声。他现在正被方师傅囚禁在牢笼里，但是并不是方师傅做的，而是他自己愿意走进去的，只是为了不让方师傅发现端倪，影响到他后面的计划而已。方师傅站在玉桂的面前，冷眼看着他，对他面上的表情没做出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轻声说道：我希望你好好在这里反省，不要出来为祸世人。为祸世人？玉桂轻笑，她的声带就犹如被人用刀子割过的一样，说出来的声音就好像是被人撕扯的那样，沙哑难听，完全不像和林回在一起的时候说话的声音是低沉的，充满磁性的。这样的差别，就算是林回也听出来会是同一个人的。方老头，你以为你真有本事把我困在这里吗？玉桂嬉笑着，头摇晃着说话，
说出来的语调十分的欠揍。可是他就站在一个球形的光罩里面，方师傅进不去，他也不出来，两人就这么安静地注视着对方。一个是独步天下的鬼王，一个是人人敬畏的道士，强大的气场在两人的周围散开。旁人要是站在这里，绝对会被他们两人的气场所折服。哼，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方师傅冷哼一声，对玉桂的话并不在意。他弹了弹衣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神情极其傲慢，那模样就像是玉桂欠了他什么一样。玉桂撩起自己的一缕头发，放在自己的嘴边，轻轻地吹了吹，道：“这么多年了，你看本座死了吗？还有啊，本座已经是鬼了，死不掉了。”说完，玉桂还放肆地笑了几声。方师傅听到他的话，气得脸都青了。要不是为了封印这个家伙，他至于每3年就要来这里受到他的冷嘲热讽吗？想到3年这个期限，方师傅的脸色不由变了变。现在他还有能力来加强封印，可是等到他100年之后，谁来继承他的衣钵？傅欢吗？还是圆锥？还是说这些念头都盘踞在方师傅的脑海里？他一言不发地站在原地，面对玉桂的冷嘲热讽并不在意。他今日的封印终于完成了，可是以后的封印却成了他现在心中最担心的事情。魏老头，要走了吗？玉桂吊儿郎当地靠在光罩里面，沙哑的声音在此刻显得邪魅异常。方师傅转身离开之前，深深地看了一眼玉桂，最后身影隐匿在了黑暗之中。在方师傅离开之后，玉桂才笑出了声：“呵，还真以为能拿我怎么样呢？这些年本座已经受够了，要不是为了灵回，谁会想要在这里待着？现在也是差不多时候该出去了。”玉桂自言自语说完了一段话之后，扭了扭脖子，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身子朝着前面走了一步，走出了光罩。而他的身后是和他一模一样的一个影子，那个影子可以说话，可以动，简直就像是玉桂的翻版。玉桂满意的看了一眼自己变换出来的幻体，然后转身走了出去。而现在在房间中的林回已经快被逼疯，他此时的样子完全就像是个刚刚失去生命的怪物，极长的头发和指甲，脸色完全成了青灰色，平日里灵动的双眼现在也没有了一点生气，整个人处于发狂的状态。林回的样子让圆锥和傅欢都焦急万分。就在两人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方师傅终于回来了。师傅，你终于回来了，你快看看林回到底怎么了？圆锥一看见方师傅的身影，立马上去将人给带到了林回的房间。傅欢看见方师傅来了，立马让开，好让方师傅能够看见林回现在的模样。林回一见到方师傅回来，脑子里全都是一个念头，不能让他看见自己的样子。你们都出去，全部都出去！林回声嘶力竭地吼着，全然不顾自己现在是什么模样。下了床，想要将他们都给赶出去，但是方师傅是什么人？怎么会容许林回在自己的面前放肆？上前一个手刀就将林回给劈晕了。圆锥站在一旁十分吃惊，他没有想到方师傅这么简单粗暴就解决了他们两人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不由在心底开始佩服起方师傅来。师傅不愧是师傅，处理问题的方法都是这么的简单明了，换作是他们，哪里舍得向林回下手？怎么回事？方师傅处理好暴动的林回，这个时候才有时间来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两人皆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他们要是知道发生了什么，还用得着这么着急吗？他们只知道一觉醒来，林回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看情况应该是被鬼气侵袭了。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实在是不知道。看见两人踌躇的样子，方师傅大概也猜到了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只是微微叹气，然后让两人先出去，自己一个人和林回待了一会儿之后，就出了房门。当两人再次见到林回的时候，惊喜地发现林回已经变回了原样。好在林回的那副鬼样子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要不然他自己都会崩溃掉的。
当林回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恢复了正常。这个变化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任谁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估计也是懵逼的。想想前一天还是一个可怕的样子，第二天就好了，这又不是小说，怎么这么奇怪的事情也给他碰上了？林回的心中万分感慨。不过，当他看见方师傅凝重的脸色的时候，更加感慨了。林回，你也老大不小了，我今天来你这里是想要告诉你，你得继承我的衣钵。方师傅语重心长地说着，看着林回的眼神也是十分的凝重。林回撇撇嘴，不满方师傅的话。这话方师傅前些年也提过，只是那个时候自己还小，对这事根本没伤心。现在看来，方师傅是真的要将自己当作继承人来培养了。想到这一点，林回的脸色更加难看起来。他不是没想过这件事，以前的话他还没什么的，可是现在他遇上了玉桂，那么一切都要另当别论了。师傅，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件事了？你刚去了后山回来，先去休息吧。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林回明显是不想与方师傅谈论这件事，一个劲儿的想要赶方师傅走。方师傅坐在凳子上，静静地看着林回，脸上严肃的表情让林回感到压力山大。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方师傅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严肃，就算是以前自己犯了错，他也不是这种表情。方师傅的严肃让林回第一次觉得事情有些大条了。要真的被当作继承人，他还可以和玉桂来往吗？答案当然是不可以的。身为道士的继承人，怎么可以和一只鬼鬼混在一起呢？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不管是林回自己心中不愿意当这个继承人，还是因为玉桂，他都十分抗拒这个身份的。似乎这种厌恶是从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他喜欢道术，但是却极其厌恶道士这个身份。他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反正讨厌就是了。只不过他没有在方师傅面前提起过，他只表现出自己不喜欢这里，但是并没有明说自己讨厌。方师傅这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在他的弟子中，唯有林回的造诣最高，天赋也是最好的。继承人除了他，方师傅想不出第二个人选来。除了你，没有人能够担任。方师傅的语气是不容拒绝的，他的态度十分坚决，完全没有让林回反悔的余地。师傅，真的不能找其他人吗？大师兄那么厉害，道术那么高，你怎么不找他呢？二师兄也可以啊，为什么非要我不可呢？林回不满地回答。他只想等到自己可以离开菩提寺的那一天，再也不想和什么鬼怪牵扯上关系。但是玉桂是个例外，他现在的计划中多了一个玉桂，那就更不应该和道士牵扯上别的关系了。方师傅对于林回的态度感到怀疑，以前就算林回再怎么反感，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拒绝的。这么一想，是不是林回遇到什么事情了？之前也没怎么看见林回这么反对呀。这样的念头一旦在脑子里面形成，方师傅就收不住了。他不禁开始怀疑，林回是不是遇见了什么事情，才会这么拒绝？林回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是人都会怀疑的。可是他还不自知，一个劲儿的想要将这个身份给抛开。隐匿身形站在房间里的玉桂只能说自己家的小媳妇儿脑回路真是新奇，表面上假意答应方老头不就好了，何必在这里多费时间？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和他耗，何必急于一时呢？玉桂站在暗处，双手叉腰，看着两人的状态，不由扶额。这两人还没他一个鬼看事情更透彻，真是要命了。方师傅明显不会容许林回拒绝的，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你好好想想，明日再给我答复。现在我先告诉你后山的事情。”什么？林回吃惊了，他还没答应呢，方师傅就急着将事情告诉自己了。这剧本不对吧？不是应该等自己答应了，然后再告诉自己来龙去脉吗？这么着急，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想到这一点，林回也不由皱起了眉头。看到暗处的玉桂一阵心疼，他的林回就应该一直带着笑容的，这样的表情不适合他。他是那么的纯洁无瑕，
怎么可以和鬼怪扯上关系呢？好吧，除开他以外的鬼怪，不是，师傅，你这样会不会太着急了？林回满脸愁色，他现在并不想知道任何有关后山的事情，他现在都和玉桂在一起了，后山的事情知不知道好像也没什么重要的了。但是方师傅似乎是铁了心要告诉他一样，不管林回说什么也不管用，只是静静地开口：后山的封印我已经加强了，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不能确保下一个3年，这个封印是不是还一如既往的牢固。我需要你在3年的时间里面完全学会道家法术，这样我才能将这个位置交给你。完全是不容许林回拒绝的姿态。他无语地看着方师傅，任由他在那边唠唠叨叨，自己则是神游了天外。玉桂悄悄溜到了林回的身边，然后在他的身边嬉皮笑脸，还做了鬼脸。林回一时没忍住，笑了出来。你笑什么？方师傅皱眉，不明白好好的怎么林回就突然笑起来了，不由生出了些许疑惑出来。林回咳嗽2声，敛了笑容，说道：没什么，师傅你继续说。我现在告诉你，其实3年一次的封印只是为了加强而已。最开始的那个封印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可以5年一次加强封印，但是最近我感觉到鬼王的力量变强了，所以接下来每隔3个月就要再进行一次加强。而你和我一起去。方师傅改变了主意，并没有打算单独教林回什么东西，而是让他和自己一起前去给封印加强。实际操作比空口白话要好太多，而且也可以提前让林回熟悉封印的流程。方师傅的算盘打得叮当响，只是他忽略了一点，他没有考虑过林回是不是愿意。从一开始，方师傅就没打算考虑林回的感受，只是一味地将自己的想法加在他的身上。他这种强硬的态度，林回从小就很厌恶，什么事情都不会问过他的意见，这种被人掌控的感觉让他很不开心。方师傅像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可恶，甚至还在那里喋喋不休。林回无语地翻了一个白眼，但是在看见玉桂坐在自己身边听着方师傅的唠叨的时候，他心底的某处柔软瞬间被人戳中了。如果能够永远这么在一起，好像也还是可以的。只是他真的要和方师傅一起去学习道术吗？这样的疑问在林回的心底被无限放大。他越来越担心，要是自己真的封印了玉桂，他的内心绝对会感到极其的不安。这不是他想要看到的结局，也不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他的目标不过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人，然后和他一起过过平静的日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这里等着听唠叨。方师傅终于说完，走之前还嘱咐了第2天还要来。林回只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可能在短短的几天内就要崩塌。好了，已经没事了。玉桂在方师傅走之后才敢现出真身，只不过他没有想到，方老头现在已经不能看见他了，看来自己的力量又被壮大了不少。但是这壮大的背后也有数不尽的灾难。林回轻叹一口气，说道：我师傅就是这样了，老是唠唠叨叨的，这次真的有些过分了，居然让我封印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林回的语气中满是无奈，他哪里不知道方师傅是为了将继承人的位置传给自己，可是他已经和玉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了，怎么可以接手呢？玉桂笑了笑，对林回的话并不怎么在意。他现在的力量，别说是林回了，就算是方师傅和林回2个人一起加起来，都拿他没办法的。别担心我，倒是你，我听说你被鬼气侵袭了。玉桂提到鬼气的时候，神情明显的闪烁了一下，他的脸上的担忧之色不少，但是内心的心事却是更多。谁敢伤害他的灵回，那么他就会让那人付出相应的代价。不管是谁，只要感动灵回，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看来他对身边的那些小喽啰太过于仁慈了，才会让他们什么人都敢动手了。或许他应该考虑考虑，对身边的那些东西轻一轻了。林回听到玉桂提起这件事，神情变了又变，
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那个时候的样子，那是他再也不想看见的情景，也是他不愿意提起的事情。看见林回难看的样子，玉桂也知道自己问错了话，他是鬼王，怎么会不知道被鬼气侵袭是什么后果？他突然有些懊恼自己的提问，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下可好了。现在还得安慰人，关键是他堂堂鬼王，哪里懂得什么安慰人？林回也不是那种矫情的人，对于自己的情形也是知道分寸的，并不会因为这件事就撒娇耍赖什么的。他只是难过了一小会儿，然后立马就整理好自己的心情，对着玉桂露出了一个笑容。他的笑容在玉桂的眼中，大概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了。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林回的笑容了，上一次看的时候，大概是很久很久以前了。脑子里面的记忆都消磨得快要不见了。他在黑暗中的时候，每时每刻都在想念林回的笑容，那是唯一能够让他挨过艰苦日子的回忆了。可以说，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那抹笑容就是玉桂心中唯一的光亮所在。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一想到林回的笑容，那么他就可以平安无事地挨过去。想到这儿，玉桂也轻笑起来，两人都很默契地没有再提起鬼气的事情。而离开之后，方师傅立马去了自己的藏书阁，准备接下来的事情。他要找出最适合林回修炼的道术，这样对他以后的道路才有裨益。只是当他打开藏书阁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原本应该是宽敞明亮的藏书阁，此时却被黑暗所笼罩，就算是打开了阁楼里面的灯，也驱散不了这些黑暗。黑暗是实质性的，任凭方师傅想尽一切方法，也没办法将黑暗驱除。怎么回事？方师傅站在藏书阁的第一层，看着眼前伸手不见五指的景象，不由发出了疑问。这样的情景似乎在哪里看见过，只是他想不起来了。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在他的心底开始蔓延，四周的黑暗更是让他陷入了焦躁不安中。联想到前几日的事情，方师傅脸上的恐惧被无限放大，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立即夺门而出，连藏书阁也来不及关上。而就在他离开之后，他身后的藏书阁突然被一阵狂风卷得关上了门。一阵诡异的声音从藏书阁里面传来，方师傅不是去了别处，而是去了后山，他才出来的地方。在看见里面的影子之后，他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可是不一会儿，他又想到了什么，最后才转身疯狂地朝着一处地方跑去。他现在的年龄也不小了，连续这么奔跑，他自己的身体是吃不消的。好不容易赶到最后的地点，他猛地推开门，然后尴尬地说道：“林回，你在干什么？”看着突然推门而入的方师傅，林回疑惑地问：“师傅，你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吗？”没什么，就想叮嘱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正式开始。方师傅看了看房间里面，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心中的古怪意味没有消减分毫。林回歪了歪脑袋，说道：“你之前不是才说过了吗？怎么又回来说一遍？我是怕你忘记了。记得明天早点过来，你一个人就可以了，别带上你师兄们。”临走之前，方师傅又看了看房间里面，确定没有什么异常之后，才终于离开了。看着方师傅离开，林回突然松了一口气，同时对着空气说道：“还好反应快，不然真的被发现了，可怎么好？”方师傅对林回有养育之恩，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他实在是不愿意骗他的。可现在他的一颗心全都在玉桂身上，为了不让自己为难，他也就只能这么做了。玉桂轻笑一声，说：“你害怕我被发现吗？不用担心的，除了你，没人能看见我。”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林回身上有蔷薇印记，这是他们之间能够看见的原因所在。方师傅能够看见玉桂，那是因为他的身上带有法器，而现在不能看见玉桂了，是因为玉桂的力量逐渐增大，方师傅身上的法器不足以让玉桂显形了。那你怎么不早说呢？害我白担心了。
林回嗔怒，装作不高兴的样子，将头扭向了一边，看那样子，好像是不太想要理会玉桂了。可是玉桂怎么会不知道林回的心思呢？虽说林回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撒娇，但是在自己喜欢人的面前，免不了会小孩子气一些。而玉桂也乐得看见林回的这副样子，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要珍惜才是。要是玉桂知道现在有相机、手机这种东西，估计准会拿出来对着林回一阵狂拍。可惜的是，玉桂并不知道，她在山洞中困了千年，对外面的世界一概不知。现在的装扮也还是很早之前的样子，就她这样走出去，别人绝对会以为她是那部古装剧的演员，颜值高，服饰也好看，完全就是一个从书里面走出来的人物，颇有些古代霸道总裁风格。要是被玉桂知道林回在心中是这样子想他的话，可能会气得昏过去。毕竟这样的观念在玉桂的心里还是不太成型的，她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要改变她的想法，短时间内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林回的心里倒是打起了想要改造玉桂的主意，脑海里不断浮现出玉桂穿上西装的样子。转念一想，休闲装也不错，或许运动装更适合她呢。换成短发会不会好看一点？或者长发美男也是可以的。走总裁风还是小鲜肉？看玉桂的身材和脸型，好像总裁风格会比较适合她。菩提寺外面基本维持着古代的风格，但是里面很多东西都已经换成了现代风格，原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可是却搭配得很好，完全不会让人觉得怪异。寺庙里的东西都是林回置办的，风格也是他竞选挑选过的，不会有什么怪异的地方。他还记得当初提出大改造的时候，方师傅第一个就表示反对，说什么换风格会造成此地的风水不好。但是在其他两人的坚决支持下，最后还是动了工，而最后的结果也是大家都很满意的。方师傅虽然没有明面上说喜欢，但是也没说讨厌，而且从他面色上来看，还是可以看出来他对改造过后的寺庙是很满意的。好在林回提出了改造寺庙这个提议，要不然他们现在还处于野人的生活中呢。玉桂，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外面看看？林回突然说出了这句话。明天就是可以下山的日子，趁着这一天带玉桂出去溜达溜达也是可以的，至少在外面的时候不用担心玉桂的身份会被发现。可是想到这里，林回不由皱眉，玉桂是鬼呀，在他遇到知道的鬼里面，还从来没有哪一只是可以直接站在阳光下的，这成了林回现在需要考虑的难题。看见林回脸上的难色，玉桂走上前去，轻轻摸着林回紧皱的眉头，轻声问道：“怎么了？有什么烦心事吗？”林回叹气道：“你是鬼呀，你不能出现在阳光下，就算你要和我一起出去，也没办法和我一起玩了。”听到林回担心的事情，玉桂笑出了声，用右手在林回的脑门上弹了一下，然后说道：“你忘记了吗？我可不是一般的鬼，我是鬼王啊！鬼王还会怕光吗？除了身份不一样，能力不一样，我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别把我想的那么脆弱，我可不是那些一碰光就会灰飞烟灭的小鬼。”玉桂的话让林回喜笑颜开，这样就最好了。那么他们两人就可以一起出去了，这简直就是太好了。玉桂为了能让林回开心，并没有说出实话，他是鬼王不假，不怕阳光也是真的。可是现在他被方师傅封印在后山，本体也不在这里，封印时间长了，他能够离开后山山洞的时间也是不长的。如果在外面逗留的时间过长，可能会给他带来一定的损害。但是为了林回，玉桂现在也顾不得这些了，离开1天2天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玉桂在心中这样想到，可就是因为这短短几天的时间，导致了后面一系列事情发生了变故，所有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全都乱了套，全都脱离了控制，向着偏离的轨道越跑越远，拉都拉不住。两人准备好，第2天的时候准时下了山。林回，这次你确定你要一个人去？
真的不用我们陪你吗？圆锥担忧地看着背着小包的林回，出声询问。以前都是他们3人一起下山的，彼此也有照应。这次还是林回头一次一个人下山，他们自然会担心。傅欢眼中的担忧之情也是满满的，但是他只是站在寺庙门口，笑着看着林回。他相信林回自己一个人可以的，就算是发生什么意外，凭借林回的身手也能够安然无恙的。你是不相信我吗？别忘了，当初下山的时候还是我带路的。笨蛋圆锥！林回撇撇嘴，对圆锥的话表示不屑一顾。他是谁？别看他平时只是闷着不说话，生存技能满分好吗？而且他也不是不爱说话嬉闹，只是没有遇上愿意敞开心扉的那个人罢了。而现在，他遇见了。想到这里，林回嘴角的笑意止不住的被放大了，满脸都是遮掩不住的喜意，完全就是一个怀春少女的样子。见到她的这副样子，圆锥不由心底奇怪，这丫头今天怎么怪怪的？行吧行吧，那你有事的话，记得保护好自己。我们离这么远，也没办法立即赶来。还有啊，不要随便对别人说起你的身份，知道了吗？圆锥唠唠叨叨念叨了半天，老妈子的特性显露无遗。林回对着2人挥了挥手，他实在是不愿意再听到圆锥的碎碎念了，立马就转身走掉了。再在这里待下去，他晚上也走不出菩提寺。等到林回离开之后，圆锥才松了一口气。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淡定的？教教我呗。圆锥没个正形的靠在了傅欢的身上，却遭到了傅欢的嫌弃。傅欢朝旁边移了一步，躲开了圆锥的接近，面无表情地走了回去，不理会身后的圆锥大喊大叫。说来也怪，傅欢只有在面对林回的时候，才是一副温柔似水的样子，而其他人他都不会给好脸色看。或许这就是特殊对待吧。单看傅欢对待圆锥的态度就知道了。圆锥为了这件事和傅欢说了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被傅欢不冷不热地回了过去。反正就是一句话，傅欢只对林回好，其他人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每次圆锥被傅欢的冷眼相对的时候，圆锥就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好吧，虽然他的确是被抛弃的孩子，但是这么明显的差别对待，傅欢的良心不会痛吗？圆锥不知道的是，傅欢本就是个没良心的人，自然不会觉得良心痛。傅欢可能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林回吧。林回生病的时候，他比谁都要担心。林回要是磕着哪儿碰着哪儿了，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将最好的伤药拿来给林回用上。从小看着林回长大，只要是林回的事，他一定比谁都要着急。他的存在对于林回来说就像是一个父亲，但是林回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母亲是谁。从他有记忆开始，他就在菩提寺里面了，陪伴他长大的就只有方师傅和傅欢，后来多了一个圆锥。快回去抄写符文了，你上次的200张可别想我帮你。傅欢冷冰冰地说完，转身走了回去，完全不顾身后目瞪口呆的圆锥在原地是如何的暴跳如雷。呼，好了，下山了，你就可以出来了。林回小心翼翼地看看四周之后，才小声说道。不一会儿，四周的空气波动，人影出现在了林回的面前，正是玉桂。不过现在的玉桂和之前有些不一样了，之前的玉桂都是身穿一件宽大的黑色袍子，整个人完全被袍子笼罩着，长发也是披散着的，看起来就有一点阴森的感觉了。再加上他的脸上都是带着很明显的生人勿近的神情，换作是在晚上，再配上诡异的音乐，那么绝对可以出演恐怖片了，还是本色出演，完全不用化妆的那种。现在的玉桂完全变了一个样子，身穿白色的 T 恤，下半身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白色的球鞋，长发被发绳扎了起来放在脑后，比之前看起来干净利落很多，一张英俊的脸暴露在阳光之下，平添了几分帅气。林回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若有所思地摸着自己的下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居然要我穿别人的衣服，真是的，
玉桂对于自己穿了别人穿过的衣服，感到十分的不满意。她堂堂鬼王，什么时候穿过别人的衣服？这对她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要是被她的那些部下知道了，还不知道要丢脸丢到哪里了。要不是林回要求的，她才不愿意这么做。这次就算是屈尊降贵了，下次再有这种事，她绝对不会再同意的。虽然是一只鬼，但是她骨子里是高贵的，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第二次，要不然传出去她还怎么混？鬼也是要脸的好吗？哎呀，先将就一下了，等下到了商场，我给你买新的。你要是穿着你那套黑袍子出去，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看着你呢。林回撇嘴，虽然那身黑袍子是难看了点，但是人还是好看的呀。穿那身衣服出去，不知道会虏获多少女孩子的芳心。身为女生，对于自己男朋友的魅力还是挺担心的。林回自己将两人的关系定义为了男女朋友，既然是女朋友，那么就要担负起改造男友的计划。林回突然来了兴趣，决定到了商场，要好好领玉桂去见识见识。玉桂虽然在地下封印多时，但是想要知道什么的时候，还是可以驱使其他小鬼去打听情报，然后再告诉自己。所以他并不像林回想象的那么古板，反而还对一些新奇的东西很感兴趣，要不然也不会对身上的这身衣服没有什么意义了。林回的话似乎取悦了玉桂，他带着笑意站在林回的身边，然后用手刮了刮他小巧的鼻子，宠溺地说：“是，你说什么都好。”两人的互动被林中的一些生物看在了眼中，不由发出惊呼声，声音传到了两人的耳中，皆是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异口同声道：“谁？出来！”说完之后，两人相视一笑，明白了对方心中的想法。这种感觉实在是好极了。被两人的声音震慑到的生物从一棵树后面走了出来，是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人。不，那不能说是一个人，应该说是人形的花精。他的头上有一只白色的玉兰，由此可以推测是玉兰花精。他一直带着淡淡的笑意，浑身上下全被雪白覆盖，唯有头上的一只玉兰显眼。他也是一袭长袍，血色的长发，长发被玉兰挽了起来，整个人给人一种圣洁不可侵犯的气息。醋，你怎么会在这里？看见来人？玉桂不禁惊讶万分。玉桂口中的醋是他的部下，以前他还在那边的时候，醋是他的得力干将。只是后来他被封印之后，很久没有见到醋了，不知道今天为什么突然就见到了。王，我终于找到你了。醋单膝下跪，将右手放在了左肩上，就像是西方的行礼礼仪一样，看得林回一愣一愣的。玉桂见此情景，连忙上前将醋从地上拉了起来，略带歉意地说：“抱歉，让你等了这么久。”醋摇了摇头，十分优雅地说：“我找寻王许多年，最近才感觉到王的力量波动，好在总算是找到了。”说到最后的时候，林回都能感受出来醋外放的喜悦之情。要不是亲口听见两人说是主仆的关系，他都要怀疑两人是失散多年重逢的恋人了。想到这里，林回不禁摇摇头，自己在想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这位是醋，这个时候才注意到林回，这一点让林回稍微有点不满。难不成他的眼里就只有自己的王，其他的人就入不了他的眼了吗？这样的认知让林回心中有点难受，就好像自己心爱的东西被人给抢走了一样。鬼后，玉桂十分骄傲地向自己的下属介绍着林回的身份，说出来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心都轻松了。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在底下待了那么久，不见天日，就算是自己能和外界交流，但是不能亲眼看见那些景色。玉桂的心中还是对此有所怨言的，要不是林回的原因，那么方师傅可能早就被他一掌打死了。毕竟两人的恩怨不是一天两天了，要真的说起来，那还是一段很长的故事呢。鬼后，醋细细地咀嚼着这两个字的含义，原本是平静无澜的脸上似乎出现了一丝裂缝，将他温和面具下的阴痕展露了冰山一角。
玉桂没有发觉醋的这点变化，倒是林回敏锐地察觉出不对劲来。只不过他现在还不好明说，只是对着醋笑了笑，然后说道：“我是林回，玉桂的女朋友。”对于鬼后这个说法，林回表示自己并不能完全接受。你想啊，现在都是21世纪了，要是走在外面，别人问你什么关系，你要是突然说个鬼后出来，别人不得把你当成疯子。玉桂听到林回的自我介绍，只是稍微愣了愣，也没有反对他的话。他还是知道女朋友是什么意思的。他年纪上是带了点，但是对于外面的事情还是知道的。醋，王的首座大将军，说到自己的身份的时候，醋的脸上是遮挡不住的笑意。在醋的心中，除了玉桂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人能够让他心悦诚服。他还记得当初第一次见到玉桂的时候是在地府，他是刚刚成为鬼的小鬼魂，而自己则是生长在阎罗殿的一株玉兰。当时他正被一群小鬼欺负，是玉桂走上前将那些小鬼给赶走，免他受皮肉之苦。醋是一株很奇怪的玉兰，它从未开过花，待在阎罗殿的旁边也无人问津。最初的时候，阎王还让人悉心照顾，说是几百年之后就会开花了。但是1000年过去了，它还是老样子，不仅不开花，连叶子也没有长过一片。渐渐的，越来越多人说它是棵死树，让阎王将它搬离阎王殿。好在阎王念在这是有人送来的，没有同意旁人的说法，让醋继续在阎王殿旁待了下去。醋也以为自己是一株不会开花不会长叶的废树，可直到他遇见玉桂那一天，阎王殿满是木兰的花香，而他也终于幻化成了人形。从那以后，再没有人会说他的闲话，因为有玉桂在，只要有人小看他，玉桂都会为他出头，还会说一些话来安慰他。玉桂在醋的心中可以说是特别的存在，玉桂不仅是他的王，还是他的一切。醋对玉桂的情感很复杂，也很单纯。他追随了玉桂1000年，以后还要追随下去。这份情，在他的心中是什么人也比不上的。醋对林回带有敌意，林回是一眼就看出来的。可是玉桂还不知道，林回也不在意，毕竟是追随了很久的人，有他在的话，对于玉桂也是好处的。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怎么找到我了？玉桂对于这个1000年的老朋友，重逢的时刻实在是高兴坏了。他竟也没注意到林回此时有些失落的表情。玉桂站到了醋的面前，一双黑眸直直地看着他，眼中仿佛只剩下了醋一个人。这样的感觉让林回很不是滋味。醋依旧是带着浅浅的笑意，说：“我感受到了王的气息，带着以往的部下来找你了。”听到这话，玉桂脸上欣喜之色尽显，她的语气中带了一丝惊喜：“真的，你把他们都带来了？”“嗯。”醋点点头，然后转身对着森林的深处吹了一声口哨，鸟被惊起，划过天空。天空顿时阴暗下来，一阵阴森的气息从森林深处传来，黑暗瞬间将整个森林覆盖。这样的诡异现象引起了菩提寺里人的注意，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鬼王现世的征兆，只以为是森林里出了什么小妖小怪。方师傅站在寺庙外，看着山下的那片茂密的森林，眉头皱了皱，对着身后的圆锥和傅欢说道：“你们俩等下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两人恭敬地领命，一起看向了鸟兽乱飞的方向。可能又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吧？在醋吹了那声口哨之后，一团黑影窜了出来，它们只是一团黑雾，并没有具体的形状，或者说连实质都没有。看见自己昔日的部下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玉桂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感受，只觉得心脏的某处被揪着，疼痛从那里蔓延开来，让他第一次有了窒息的感觉。王，他们暂时是这种形态，只要慢慢修炼，会变回原样的。醋说话的时候仍旧是笑着的，可是没有人知道这笑容背后隐藏了多少辛酸。醋将这些鬼魂从地牢里面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几乎都快消散了。还好去得及时，不然那些昔日的战友都要没了。
那团黑气飘在玉桂的面前，转了一个圈之后停住了。他们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静静地等候着自己王的吩咐。忠诚的士兵从不会因为自己变成什么样子而离开自己的君主，他们会一直在，不管变成什么样子，只要他们的王还在，他们就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到王的身边，尽他们最后的力量。玉桂眼神狠厉，心中对那些道士的恨意又多了几分。当初要不是被奸人所害，怎么会落得今日这般下场，还让自己和林回分隔千年？这个仇他一定要报。玉桂深吸一口气，看了那团黑气一眼，然后伸手一挥，黑气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结成型。在玉桂面前瞬间出现了上百个将士，他们都穿着统一的黑色战服，手中拿着长枪铁剑，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同样的表情。忠诚。玉桂在看见所有人的时候，脸上明显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他转头问道：“只有他们了吗？”簇艰难的点头，回答：“是。想当初鬼王手下300万阴兵，如今却连300都没有了，这是什么概念？想他堂堂鬼王，如今却是这般落魄的下场，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兄弟、地位全都没有了。回去等候指示。”在玉桂说完这句话之后，那些阴兵立马就消失不见了，就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森林还是那个森林，只是有些地方藏着什么东西，只等着不知情的人去探寻。好了，你先回去，有什么事会再找你的。玉桂对着簇说道，语气里是不容拒绝。簇虽然很想跟着玉桂一起，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在道士面前完全将自己的气息隐匿掉，所以他还是点头同意了。林回和玉桂一起下了山，终于到了山脚下的一个小镇上。今晚他们就要在这里借宿一晚，明天再坐小镇上的车到县城去。镇上的姑娘们看见玉桂的样子，无数的芳心都飞到她身上去了。就连住在旅馆里的时候，还有人上前来搭讪，看得林回一阵无语。好歹也是她的男朋友，怎么着这个正主在这里呢，还敢这么猖狂？更为猖狂的还在后面，居然有一个20岁左右的男生来向玉桂示爱。林回这个时候不得不正视自己想要为玉桂改变造型的想法了。就这么简单的搭配都有这么多人上门来，要是按照他的想法改造了，还不得将他给挤走？这位小哥哥，他是我男朋友，你离远点好吗？林回对着眼前的男生翻了一个白眼，他就想不明白了，怎么这个世界是玄幻了吗？男人都喜欢男人了，那么女人们怎么办？无性生殖吗？这个词在林回的脑中一闪而过，吓得他打了一个寒战。他一定不会让这么恐怖的事情发生的，要赶走这些狂风浪蝶。男朋友？白面小生不屑地看了一眼林回，瞅了瞅他的装扮造型，然后傲慢地说：“就凭你，还想当 Honey 的女朋友，做什么白日梦呢？” Honey！ 林回惊叫出声，他顾不上什么教养了，连忙将这男人给拉开，将玉桂护在自己的身后，凶神恶煞地对着他说：“你赶紧走，不然小心我对你不客气。”看见林回着急的模样，玉桂轻笑，强势地搂过了林回的肩膀，对着那白面小生道：“她是我女朋友，请你尊重她。”这样的笑容完全就是在引人犯罪。那个白面小生看见了，更加下定决心要将玉桂占为己有，说出来的话更是可笑：“我不管，我看上你了，你就是我的。”什么玩意儿？你再给我说一遍。林回努力挣开玉桂的牵制，但是却没有用处。他被玉桂牢牢地抱在怀中，动弹不得。只是那人的话实在太过可笑，而且也失了分寸，不怪他会这么生气。玉桂冷哼一声，直接转身就要上楼，不再理会那人。可是偏偏那人不知好歹，竟然跑到了玉桂的前面，拦住了他的去路，还说：“你要是不答应和这个女人分手，我今晚就不让你们住了。”这白面小生是这家旅店老板的儿子，他说出这样的话，让旅店里的其他旅客都露出了不满的神情。感情要是不如他的意了，那他们这些人就别想在这里住了是吧？有不少旅客开始在那里议论纷纷：“这人谁呀？怎么这么大的口气？
管他是谁，你以为那位小姐的男朋友是好惹的？我看也是，别看他说话那么客气，指不定等会儿要怎么收拾那个人呢。说话这么冲，也不知道这老板怎么教的。我看我们要不然换一家吧。说着，不少人开始往外面走去。旅店老板从厨房里面匆匆跑来，看见现场的情形，不禁暗骂自己没有将那丢人的儿子给关起来。哎，大家对不住，是我的不是，我这就将他领走，你们别介意啊。再说了，这么晚了，你们也不好再去找别家不是。老板的话也在理，大家想了想也就算了，领了自己的房间号和钥匙就上楼了。而那白面小生则是被自家老子给领走了。老板不好意思地对着玉桂和林回两人道了歉，玉桂没计较，这事才算完。到了房间之后，林回生气地坐在床边，一点也不想理会玉桂。怎么了？玉桂走到林回的身边坐下，询问道。哼！林回小孩子气得哼了一声，将头扭向一边，不再去看玉桂。玉桂好笑地将他的身子板正，然后说道：好了，那人不要理会就是了。你看你怎么还和一傻子计较呢？傻子！林回无语，他不知道该怎么和玉桂说。那人根本不是什么傻子，而是一个同性恋。他并没有歧视那人的意思，只是对那人的态度和说话做事的方法感到无比的郁闷。哪有人一上来就这么说的？这人的做法实在是让他不能忍受了。林回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会这么生气，完全是因为太在意玉桂。玉桂当然知道林回的心思，他的心情因为林回的这点小别扭变得十分开心，说话也更加温柔了几分。别生气了，你看我不还是你的吗？没人能抢走的。玉桂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一条缝，看起来就像是两个小月牙，十分的好看。林回皱眉，虽然心中还是不舒服，但总算是没有再生气了。可是到了半夜的时候，他就彻底的暴走了。你给我滚出去！现在，立刻，马上！林回穿着一件睡衣，怒气冲冲地看着桌子边上的人，愤怒地说道：你凭什么让我滚呢？这里又不是你的地盘。说话的正是之前和林回杠上的那个白面小生，他此时穿着透明的纱衣，里面的内容全都清晰可见，实在是有失体统。林回看见他的这副装扮，怎么会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自己本来是去上厕所，可是回来的时候就看见这人往床上摸去，要不是他回来的及时，可能这家伙就已经上床了。这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这般龌龊！玉桂此时也是一脸的怒意，他没有想到这人竟然如此放肆，是不是他太过于仁慈了？出去！玉桂什么时候都是保持着一副优雅的样子，就算再让他生气的事情，他也不会说半句脏话。但是林回可不一样，感动他的人活得不耐烦了，林回上前就要将人给轰出去。可是那人却站在桌边死死地扒住桌子，任凭林回怎么推搡，也不能动摇他分毫。你这人！林回被气得说不出话来，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不要脸的，原以为自己的情敌会是个貌美如花的大美人，这下倒好，成了一个男人，还是这么娘炮的男人。他要怎么办？还不走吗？玉桂再一次发话。那人像是受到了什么蛊惑般，慢慢地松开了手，深深地看了一眼玉桂，然后才恋恋不舍地走了出去。林回恶狠狠地瞪着玉桂，说道：你看看，你还对他这么客气，这要是我晚来一步，指不定你就被他睡了。听着林回气急败坏的话，玉桂勾起了一抹笑意，她起身走到林回的身边，然后将自己的头放在他的肩膀上，趴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能睡我的人只有你。玉桂说话的时候，冰冷的气息喷吐在林回的脖子上，让林回敏感地往后缩了一下，却被玉桂给拦住了。怎么，现在想跑了？是不是晚了点？第二天一大早，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旅店里面却突然出现了怪事。你说这是怎么了？昨晚不是还好好的吗？有人的声音传来了。林回下楼的时候正好听见，他停在楼梯的拐角处，仔细听着。我看呐，可能就是坏事做多了，上天的报应呢。
女人的声音传来，话中还满是轻蔑。另一个男人的声音就更是奇怪了，里面除了轻蔑不说，甚至还带了一丝幸灾乐祸。可不就是报应吗？身为一个男人，竟然还喜欢男人，简直就是在丢我们男人的脸，早就该死了，还活着做什么？听到这里的时候，林回不由觉得奇怪，难不成是昨晚的那个小淫贼？没错，自从那人溜进他和玉桂的房间之后，林回自觉地将他的代号换成了小淫贼，而且这个词很符合他，完全没毛病。哎，你别说话了，说的我有些毛骨悚然的，还是快点走吧，一大早就出了这种事，真邪门儿，以后不要到这里来了。声音渐行渐远，直至完全消失。你在干什么？在房间里收拾完东西跟上来的玉桂看见林回在这里偷听墙角，不由好笑地问道，被身后的声音吓到。林回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嗔怒地瞪了玉桂一眼，然后拉着她下了楼。两人下了楼才知道，原来昨晚闹事的那个人已经死掉了，而且是被淹在了后院的井里面，全身赤裸，已经被水泡得发胀了，皮都已经泡得发白。此时旅店老板正哭得伤心，警察也来了，看了现场之后，只说是不小心跌入井里淹死的，其余的什么也没有说。我儿子怎么会这个样子跌到井里去？你们再仔细查查呀！旅店老板就这么一个儿子，虽然是不争气了点，但是这可是他唯一的亲人了呀。现在儿子死了，让他怎么活？可是这里的警察也看不出个什么来，骂骂咧咧两句就走了，连尸体都不给人捞起来。我的儿啊，你怎么走得这么早？让我一个老头子怎么活呀？旅店老板哭得伤心，估计处理完自己儿子的身后事，这家旅店也经营不下去了。林回看见老板那样子，动了恻隐之心，刚想过去说点什么的时候，却被一旁的玉桂给拉住了。闲事少管。玉桂对着林回摇摇头，然后拉着他就走了，没有再管身后的那些人。林回不知道为什么玉桂会说这样的话，但是这话也不无道理。傅欢他们也说过，出门在外的时候，不关自己的事，绝对不要管，以免惹火烧身。只是那个人死得实在太蹊跷，林回心中疑惑万分。不过既然玉桂都说别管了，那自己还是少管为妙吧。不过在两人离开旅店之后，醋出现在了旅店的后院，他冷眼看着被打捞起来的尸体，不屑地轻嗤一声，真是不自量力，竟然还敢妄想染指王，活得不耐烦了，死有余辜。说着，醋伸出了他的右手，在尸体的上方划了几下，一个圆形的光阵出现，笼罩在了尸体上。不一会儿，一团黑影就从里面慢慢飘了出来。醋嫌弃地将那团黑影塞进了随身的一个小口袋里面，愤愤地说道：“你就在黑暗中慢慢忏悔你犯下的罪吧。”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醋又变回了之前的人畜无害的模样，就连嘴边的淡笑都是完美的恰到好处，既不会让人觉得太过虚伪，也不会让人觉得太亲近。这样的醋就是纯洁无瑕的，要不是看见他做了这些事，根本就不会有人将他的性情和阴狠挂上钩。其实原本的醋真正的样子也就是温顺无害的，只是他下定决心跟从玉桂之后，才慢慢变成了现在这般。如果知道他在千年的等待中到底遭受了什么，对他变成现在这样也不会觉得奇怪了。对于这个人的死，除了他的老子会哭上两句之外，大抵是没有人会再为他掉眼泪了。平时就去四处骚扰别人，还对别人动手动脚，语气态度极其恶劣，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人同情他。他死了之后没几天，旅店老板就将旅店关掉了，自己在小镇边买了一座宅子，整日就在宅子里醉生梦死。后来被人发现死在了宅子后院的一口井里，至此再也没有人提起过那对父子。他们卑微如草芥，没人会在意小人物的死活。这些事情都是很久以后林回才知道的，知道之后还惋惜了一下生命的卑微，但也没说什么。命运如此，怨不得旁人。其实只要当初那个人没有去辱骂林回的话，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
但是他做错误的事情，那么就得为此付出代价。对于玉桂来说，林回是他心尖上的那个人，要是有人对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是绝对不会放过那个人的，所以只能说那人也真够倒霉的，正好撞在了玉桂的枪口上，与人无尤了。两人离开旅店，经过半天的车程之后，终于到了外面的世界。林回深吸一口气，这里是邻近的墨城，虽然比不上那些一线城市，但是比之小镇上要好太多。玉桂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现代化的城市，眼神中带了些许好奇。他打量着眼前的景象，实在是不敢想象1000年之后的世界竟然会变成现在的样子。不过似乎好像还不错。玉桂看着林回的笑容，觉得只要能够让林回开心，那么什么都是值得的。还好他提前一步出来了，要不然不知道会错过多少林回的人生。来吧，我们先去找家宾馆落脚。林回很自然地拉起了玉桂的手，朝前走去。突然被牵手的玉桂愣了一下，而后十分霸道地将林回的手反过来握在自己的手中。等到安顿好之后，林回才拉着玉桂去了商场。虽然之前在小镇上的经历不大愉快，但是林回想了想，还是没有放弃改造玉桂的计划。导购员小姐看见两人一起进来，在初见玉桂的时候着实被惊艳了一把，但是在看见两人相互拉着的手之后，便心领神会，向两人介绍起了自家的热款服装。林回站在一套青灰色的西装面前，看了好久，觉得这个颜色若是配上玉桂那身装扮，似乎更有一种禁欲系的味道在里面。而且玉桂的头发根本就不是什么黑色的，而是现在网上流行的青灰亚麻色。那晚见到玉桂的时候，她身在黑暗中，一直让他误以为玉桂是黑发的。而且玉桂一直都将自己笼罩在一件宽大的黑袍之下，要不是出来的时候换了衣服，林回根本就不知道玉桂还是这么时髦的一个人。哦不，时髦的一个鬼。当时玉桂害怕林回见到自己的头发会惊讶，毕竟这种发色在以前的时候被人视作是不祥的。可是没想到林回对他的发色颇为感兴趣，还很喜欢。他悬着的一颗心才终于放了下来。这发色配这身衣服，你去试试看。林回将衣服拿了下来，递到玉桂的面前，然后催促她赶紧去换衣服。玉桂皱眉，这样的衣服她不是很喜欢，她还是比较喜欢自己以前的黑袍子。要不是林回说那样穿会引人注目，她说什么也不会换下来的。一套简单的休闲装就已经够她伤脑筋了，现在还要换成什么西装？这不是束手束脚吗？没错，西装在玉桂的眼中就是束手束脚。她换好之后，站在镜子面前看的时候，脸上写满了不高兴。这不是她想要的衣服，虽然这衣服穿着很合身，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限制了她手脚的活动范围，让她觉得极为不舒服。不好吗？林回倒是觉得很好看，主要是人好看了，穿什么都 OK 的。但是看见玉桂满脸的不高兴，林回最终还是打消了买西装的念头。两人一起逛了许久，最后林回还是尊重了玉桂的想法，选了一套休闲装。穿上的那一刻，简直就是小鲜肉一个，细皮嫩肉的，配上这身装备，走出去男女通吃老少皆宜呀。林回突然有些后悔给玉桂买衣服了。好看吗？玉桂一脸期待地看着林回，很想亲口听见林回说出自己好看的话来。哪知道林回踌躇了半天，最后才憋出一句还行。玉桂的眼神中明显有落寞，这是他觉得最适合自己的衣服了。为什么林回会觉得不好看？要是被林回知道了玉桂心中的想法，绝对会想要撞墙的。少年，他说的是还行，不是不好看啊，这是什么理解能力了？两人走出商场的时候，不少人朝两人投来了艳羡的目光。玉桂倒是习惯了这种眼光，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林回不一样，他从小就生活在寺庙中，被这么多人注视着，他还是会有点小害怕的。感觉到林回的不自在，玉桂将他的手握得更紧了。哇塞，那边的是拍戏的吗？太帅了，长发美男啊！
我要拍下来发到网上去，绝对会圈一波颜粉的。你别挡着我了，快看快看，他看见我们了！哇，笑起来更是盛世美颜了。怎么办？妈咪，我恋爱了。你不是有男朋友吗？把你那哈喇子给收回去，我可没有你这样的闺蜜。切，有男朋友又怎么了？就不许我看看其他男人了？再说了，我那男朋友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连陪我出来逛街都不肯，我还不如另找下家呢。你呀，真是拿你没办法。他们是在看我。玉桂一脸无辜地看着身边的林回，发现林回脸上满是不满之后，不由伤脑筋。他可没有想到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看来自己还是要收敛一点了。想到这里，玉桂悄无声息地将自己身上附上了一层光幕，在其他人看来，他就是很平淡无奇的一张脸，也不会对他产生什么其他的情绪。只有当林回看他的时候，才会看见他的真实面貌。果然，他这么一弄，刚才在旁边叽叽喳喳的两个女生立马改了口气。我说，你的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劲了？这么丑的男人也好意思夸他帅？不是你先说帅的吗？怎么成了我的错了？呵，我早就知道你想甩掉你的那个男朋友了，真是够了你！你怎么说话的？什么叫做我要甩他？要不是他在外面出轨，我会……好啊你，所以你真的要和他分手？不是我。林回惊讶地看着身边的玉桂，问他们怎么了？没事。玉桂轻笑，拉起林回的手就走掉了，只剩下那两个女生在原地咒骂对方。而第二天的时候，两人就被人发现双双死在家里，死因皆是煤气中毒。这些事都是醋在暗中做的，自然不会让旁人知道半分。他的存在就是保护自己的王，不让王被这些低贱的世人诋毁。夜晚时分，所有的事物都开始进入梦乡，但是这个时候正是那些恶鬼出没的时刻。林回这次下山，不仅是为了自己要出来玩玩，他的身上还肩负着其他的任务。虽然他不喜欢方师傅，也不喜欢道术，但是他的赤子之心让他不能对一些事情坐视不理。在前几天的时候，他无意间看见了方师傅在房间里捣鼓一个什么东西，后来被方师傅发现了，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了。方师傅告诉他，那是道术先祖的遗物，只是缺了其中的一个部分，他希望林回去寻找。师傅，你不是在说笑吧？你都找不到，我怎么找得到？林回对方师傅的话感到很奇怪，他就是一个小小的道术师，和方师傅比起来根本就不值一提，怎么就要自己去找了？再说了，连方师傅都找不到的东西，凭他就能找到了，简直是在痴人说梦吧？方师傅摇头叹气，他直直地看着林回，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说道：我一直没有告诉你，这个东西和你有很深的渊源，只有你才能够找到。以前我一直不想让你接触到这个东西，第一是怕你被它蛊惑，第二是担心你的道行不够。但是现在情况紧急，我不得不让你出去了。后山被镇压的那个鬼王，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怕到时候我的力量不足以将他重新封印，当他出来的时候，将是天下大乱的时刻呀。只要你拿着这个东西，他就会指引你找到剩下的部分。记住，千万不能让邪气侵入这个法器，不然一切都完了。方师傅的话还萦绕在他的耳边，纵使他可以不管方师傅，但是天下他不能不管。或许他的骨子里就有一种对天下的怜悯，他总觉得，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会为了天下苍生做出什么不可弥补的事情来。但是现在由不得他多想，只是去找寻法器碎片，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他这么想着，从自己随身的背包里面拿出了只剩下半块的玉佩，叹了口气。林回将玉佩放在月光下看了看，只看见上面有无数的裂纹，除此之外，唯一玉佩身上有的就是一个字，而且这个字还只有一半，根本就分辨不清到底写的是什么。打量了半天，林回也没有思路，只好将玉佩放回了布袋中。方师傅说过，玉佩会指引他的，而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突然之间，
林回瞪大了自己的双眼，他惊讶地看着自己刚才进去的东西，此时它正在闪烁，而且还自己浮在了空中，朝着一个方向飘去，玉柜的方向。怎么会？林回不可思议地看着玉佩停在了玉柜的身边，玉佩正在玉柜的身边快速地转动着，甚至还发出了一阵悦耳的声音，就像是宠物见到了自己主人一样高兴。这样的情景落在林回的眼中，他只觉得不可思议，那不是道家的东西吗？为什么会对一只鬼这么亲切？这东西怎么在你那里？玉桂伸手握住了那半块玉佩，眼神中满是疑问，不过更多是惊喜。这块玉佩是当年他送给友人的东西，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般破旧的模样了。这是你的东西？林回出声问道。玉桂点点头，然后在虚空中画了一个圈，另外一半玉佩掉了出来，正好落在他的手中。另外一半玉佩出现的时候，原本的那半块玉佩显得更加兴奋，竟然脱离了玉桂的掌控，直接飞到了空中，在空中欢快地转了起来。看见这一幕的林回目瞪口呆，半天没有回过神。道家先祖的东西竟然是玉桂送的，还是说是道家先祖抢了玉桂友人的东西，然后占为己有？这到底是什么关系？他怎么越来越不明白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既然玉佩的另一半在你这里，为什么之前没有反应？林回一张脸上满是严肃，他不明白的是，玉桂是玉佩的主人，那么和玉佩就应该有联系才对，怎么非要等到现在才表现出来？不是太奇怪了吗？被问话的玉桂抿了抿唇，要是林回有千年之前的记忆，一定就会知道玉桂的这个动作代表了什么。可他是21世纪无父无母会道术的林回，不是千年之前和玉桂并肩作战的那个林回。他只知道，如果玉桂做出对人们有什么伤害的事情，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玉桂重新封印。他突然记起有什么事情被他忽略了，玉桂不就是后山封印的那只鬼王吗？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会被他选择性的忘记，这到底是他真的忘记了，还是说是有人使了什么计策呢？想到这里的时候，林回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眼神盛满了疑问。他在等着玉桂给自己一个解释，而玉桂也知道了林回的意思，他轻笑了几声，然后说道：你还想像千年之前那样被奸人蛊惑，然后再次害我吗？他的话犹如一个雷在林回的心中炸开，他惊讶地看着玉桂，不明白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千年之前就已经伤过我了，现在还要再来一次吗？到现在，玉桂已经明白了方师傅的用意，他早知道林回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他想要将一些事情告诉林回，才将玉佩的力量给隐藏了起来，直到现在才展露。果然，林回现在的态度已经变了，看他的神情都是和之前不一样的。他现在的眼神就和千年之前一模一样，充满了不信任，不相信他说的话，不相信他的那些好友是骗他的。现在还不是时候将事情告诉他，不过其他的事情还是可以说说的，像是下定了决心一样。玉桂才慢慢说道：我不想再和千年之前一样的结局，要么你和我一起走，离开那个是非之地，要么你回去和我做敌人。玉桂的话落在林回的耳中，他猛地抬头看向了他的双眼，他刚才听见了什么？一起走，做敌人，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你要是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你，只是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可能我就不会放过你了。玉桂说到这里的时候，嘴角翘了起来，一抹邪魅的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他口中的不放过，不是要置林回于死地，而是将他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身边，不让他离开了。他是在给两人一个机会。林回就那么安静地看着玉桂，他最后也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竟然笑了出来。玉桂，你是不是以为我一定是站在师傅那边的，所以你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知不知道，你要是早一点告诉我，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我此行的目的，我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说到底，不是我不信任你，是你不信任我才对。林回的话让玉桂陷入了沉默，
他是知道他的目的，而他也是为了试探林回才会遮挡住玉佩的共鸣。说起来，也的确是他的不对。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玉桂不想提及其他的事情，只想问个清楚，到底在林回的心中是菩提寺重要，还是自己重要？如果可以，他不想要逼他做这种决定。但是世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如果林回选择菩提寺，那么他们只能成为敌人。他当初是被那些道士给封印的，他所有的一切都要算在那些道士的头上。但是如果林回选择他，那么他就还是自己最爱的人。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护他周全。说实话，就算是林回回到菩提寺，按照玉桂对他的看重，也不会对他做什么的。玉桂之所以会逼林回做出选择，无非是为了看清楚，在林回的心中，到底谁更重要一点。他很在意自己在林回心中的地位。千年之前，林回听信旁人的话，连同他人将自己镇压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千年之后，林回会怎么选择？我本来就不喜欢那些道士，你说我会选择谁？林回淡淡的笑着，其实做这样的抉择对他来说并不是很困难。他心怀天下不假，但那也是建立在自己能够抓住自己幸福的前提之下。要是连自己的生活都一塌糊涂，怎么能够为别人的生活做出点什么呢？林回本就不喜欢那些东西，放弃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要弄清楚方师傅到底隐瞒了什么，为什么要说玉佩是有人的东西？这一切的谜团都围绕在他的心头，让他有些不安。但是在这之前，我有一些事情还要回去弄清楚。你要和我一起吗？林回笑着，他知道玉桂会答应自己的，只是这样问出来，好像可以更加明确一点。玉桂将林回拉入自己的怀中，低声在他的耳边说了声好。玉佩飞到空中，瞬间凝成了一块，成了它最初的样子，只是上面的划痕却再也消除不掉。玉佩落到林回的手中，闪烁了2下之后，上面的光芒就消散了。这个时候，林回才看清楚上面的字到底是什么。玉佩上面刻了一个回字，那是属于林回的玉佩，或者说是属于千年之前的林回。这时，林回拿着玉佩，不解地看着玉桂。既然这是他的东西，为什么上面会有自己的名字？这本来就是你的，只是一直保管在我这里而已。说是我的东西，没什么好意外的吧？玉桂理所当然的语气让林回哭笑不得。哪里有这种人的？别人的东西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玉桂摸了摸林回的头，眼神飘忽，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很久远的事情，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林回并不懂的情绪。所以说，这原本就是我的东西，有什么作用？林回仔细地看起手中的玉佩，可是看了半天，并没有看出什么来。上面繁复的花纹他也看不懂，只觉得隐约间有一丝熟悉的感觉，可具体是什么，他却想不起来。而且，既然方师傅说这是法器，那他到底是怎么使用的？难不成是滴血认主之后才有东西从里面跑出来，就像是器灵什么的？想到这里，林回鬼使神差的竟然将自己的手指给咬破了，速度快的连玉桂都来不及阻止，鲜艳的血已经滴落在了玉佩上。原本已经暗淡无光的玉佩，此时却突然发出一阵光芒，光芒将林回整个人包裹了起来，连玉桂也没有办法靠近半步。该死！玉桂低声咒骂。这个时候根本不是认主的最佳时期，林回现在的道行根本就不足以将玉佩里面的器灵完全驯服，要是反噬，后果不堪设想。偏偏他没有办法靠近，这下该如何是好？玉桂心乱如麻，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无奈之下，他只得将醋召唤了过来：“你快去将之前我放在那里的东西给拿来！”立刻，玉桂第一次用这么急切的语气对醋说话。醋虽然不喜林回，但是他不忍心看自己的王如此着急，轻轻点头便消失。不一会儿回来的时候，醋的手上多了一个木盒子，玉桂接了过来，想要打开盒子的时候，包裹着林回的光芒却突然消失。
林回从光芒中跌落，玉桂上前接住了他，促见此情景，转身离去。玉桂抱着林回，像是抱着最珍贵的东西，他死死地抱着他，不愿意放开。他怕一放手，林回就会不见了。他应该再等等，再告诉他的。现在这样的局面是他最不想看见的，他不想要过早地将林回拉入这个漩涡。玉桂，林回虚弱地靠在玉桂的怀中，小声地说着：“为什么当初你不走？”听到林回说到这句话的时候，玉桂的脸上明显有了欣喜的表情。可是还没等他说什么，怀中的人就已经昏死过去。林回在刚才那一刻究竟看到了些什么？为什么他会问出那些话？这些疑问盘旋在玉桂的心中。他只有等到林回醒来的时候再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玉桂的手中紧紧握着那枚玉佩，她周身黑色的气息越来越浓烈。一切刚刚开始。等到第二天林回醒来的时候，他只觉得自己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怎么他的记忆有些模糊了？为什么他完全记不起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看见玉桂的那一瞬间，林回急忙拉住了他的手，急切地问道：“我昨晚是不是做了什么？”听到林回的话，玉桂也愣住了。昨天不是还好好的，怎么一觉醒来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对于林回的这个表现，玉桂表示一脸懵逼。他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的。难道是认主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差错？昨天那阵白光就是玉佩认主的时候发出来的。要是真的是在认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差错，那就糟糕了。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玉桂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林回的身体。本来这个时候就不是林回和玉佩最佳的认主时期，一旦发生什么，他后悔都来不及了。林回摇摇头，他感觉自己并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只是脑子里有一团黑影，而且他根本就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昨晚他看见那半块玉佩发光了，然后呢？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了？好像有关那块玉佩的事情，他一件也想不起来了。想到玉佩，林回摸了摸自己身上，发现自己随身带着的那个小袋子不见了。玉桂看见林回四处翻找，想到了什么，从一边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样东西，递到他的面前，问：“你在找这个？”林回接过袋子，打开之后，发现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用询问的眼神看向玉桂：“里面的东西呢？不是在你那里吗？”玉桂疑惑了。昨晚上那玉佩合为一体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了。照理来说，东西应该在林回身上才是，现在怎么问起自己来了？而且看他那样子，似乎真的忘记了什么事情。听到玉桂的话，林回不可置信地瞪大了自己的双眼，问道：“我一直都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呢，你真的不知道吗？你自己放的东西不见了。”玉桂这个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难不成林回问的不是玉佩，而是其他的东西？你放了什么东西在里面？你告诉我，我帮你找找看。半块玉佩。林回刚说完，玉桂就愣住了。他现在可以很肯定，林回忘记昨晚发生的事情了，甚至连自己已经和玉佩认主都不知道。不过这样一来，或许对他而言是件好事，毕竟现在知道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可能是掉在哪里了吧，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丢了也没关系。你要是喜欢，我让人给你。还没等玉桂说完，林回看着玉桂的神情都变了。他不敢相信这种话会是从玉桂嘴中说出来的。什么叫做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他到底知不知道这半块玉佩代表了什么？其实说实话，要不是林回自己忘记发生了什么事，玉桂也用不着说这种话的。说到底还是要怪林回自己才对。但是玉桂现在也只能将这个哑巴亏给吃下。既然决定了要将事情隐瞒起来，那么就要承担后果。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林回神情严肃地看着玉桂，眼中都快流出泪来了。那是道家先祖的东西，他这次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找到另外一半玉佩。要是找不到，他如何回去面对方师傅？就算他再不喜欢方师傅，他也是养育了自己20年的人，
本来打算将这件事办完之后，他就可以和玉桂一起远走高飞。现在不仅没有找到另一半，还将原本的玉佩给弄丢了，要怎么办？玉桂不知道林回心中的想法，看见他渲然欲泣的模样，特别不是滋味。但是他还是没有将实情告诉他，只是在暗中悄悄捏造了一个假的玉佩出来，然后在屋子里四处翻找。不一会儿，惊喜地叫道：“林回！你快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林回闻声跑了过去，然后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意。他接过玉佩，松了一口气，说道：“就是这个，还好找到了。只要找到另外一半，他就可以解脱了。其实他和方师傅还有一个交易，他帮方师傅找到玉佩另一半，他就可以和菩提寺脱离关系，想做什么，以后再没有人能够约束他。”只是林回不知道，方师傅其实就是想利用他的能力，引出玉佩的另一半，然后再用玉佩将玉桂永久的封印。这块玉佩是当年封印玉桂的媒介，只要利用好了，再次将玉桂封印个1800年，绝对不成问题。这个玉桂自然是知道的，所以他才不希望林回记起来。要是玉佩到了方师傅的手中，玉桂不仅不能再见到林回，很有可能会灰飞烟灭，让林回带着真正的玉佩永远地将这个秘密隐藏下去。他可以安然无恙地陪在林回的身边，这样没什么不好。方师傅那个人竟然想要用这种方式将他重新封印，不说林回不知道玉佩的作用，就算是知道了，林回也一样不会帮着方师傅的。凭他对林回的了解，林回根本就不会站在方师傅的那边。可是玉桂忘记了，他了解的是1000年之前的林回，不是现在的林回。1000年的时间能够改变的事情很多，林回的性格和1000年之前不一样也是可能的。就比如现在的林回不会为了他人的生死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属于有仇必报的那种性格，但是在特殊的时候，他却是可以为别人舍弃生命的。这一点直到很久以后，玉桂才知道，原来不管是1000年之前的林回，还是1000年之后的林回，都是一样的，只是那个时候知道的已经太迟了。现在我们要去做什么？玉桂假装不知道林回接下来的行动，问道。林回皱眉，方师傅只说这块玉佩会指引他，可到底怎么样也没有明说，他也是很苦恼了。就在两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的时候，林回身上的手机响了起来。林回拿出手机，看了一眼上面的来电显示，发现是圆锥打来的。他接了起来，却听到手机那头传来方师傅的声音：“师傅，你打电话做什么？”林回万分惊讶，方师傅那个老古董是绝对不会用手机这种东西的，所以整个菩提寺里面就只有方师傅还在用写信这种古老的方式，往往别人都知道消息好几个月了，他寄出的信才会到。为了这件事，圆锥他们曾经说了他好几次，但是方师傅一句也不听的。要不是出了什么大事，方师傅绝对不会用手机给林回打电话。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墨城了？方师傅的声音中带了些许的严厉，虽然平时他说话的声音和这差不了多少，但是在林回听来，此时的声音更多了几分咬牙切齿的意味。林回闻言点点头，随后又想起现在是在打电话，又说道：“是，我已经到了，有什么事吗？你现在立马回来。”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方师傅几乎是在用尽全力在嘶吼，声音大的快要将林回的耳膜给震破。林回不解，说让自己出来的是方师傅，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怎么突然就要让自己回去了？为什么？你让我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好，等我做完了再回来也不迟。林回才来没几天，就算不是为了找东西，为了自己能在这里多玩几天，他也是不想那么快就回去的。回去以后天天都要面对那么多的经书和符文，换成谁也受不了。不过圆锥的话可能会比较感兴趣。说起来，圆锥是真正爱道术的，只是他天资不高，方师傅教他的时候也没怎么上心，只是将一些基本的东西讲了，至于再高深一点的东西就没有再教过他了。
林回学习的时候，圆锥就会在窗外偷听，有一次被方师傅发现了，还被罚在寺庙门口跪了一天。后来圆锥就再不敢偷听了。林回倒是时常将自己学到的东西教给他，一来二往的，倒也让圆锥的道术进步不少。只是圆锥不敢让方师傅发现自己偷学了道术，不然后果会很严重的。想到这里的时候，林回轻声笑了出来。手机另一头的方师傅听到林回的笑声，不由勃然大怒：“我让你回来，你没听见吗？现在立马回来，什么东西也别找了，现在就回来！”听到方师傅的话，林回只觉得无语，然后十分无语地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下午就回来。”哪知道这话又惹怒了方师傅，他像是被激怒的豹子，冲着手机大吼：“什么下午？现在就给我回来！”看着方师傅打电话的圆锥不由心疼起自己的手机来，看着方师傅握着的手机，圆锥真是为他捏了一把汗。行，我马上就回来。林回挂了电话，十分无语地冲玉桂吐了吐舌头，然后说道：“我师傅让我立马赶回去，看来不能带你好好玩了。不过没关系，下一次来也一样啦。”玉桂笑了笑，没说什么，但是心底却是对身在菩提寺的方师傅咒骂起来。他好不容易和林回有单独相处的时间，居然就这么给毁掉了。看来这笔账是该好好算算了。两人收拾好之后，匆匆赶上了回去的车。等到林回再次站在菩提寺面前的时候，看见的便是一脸凶狠的方师傅和他身后面带委屈的圆锥，以及一脸笑意的傅欢。“师傅，你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到底是什么事？”林回轻松地说着，并没有看见方师傅越来越黑的脸色。圆锥冲着林回使眼色，让他好好说话，但是林回却觉得奇怪，自己什么事情都还没做呢，他们这是怎么了？你还不跪下！方师傅大喝一声，看向林回的眼神愈发阴狠，就像是在看一个仇人。林回不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师傅，就算你要惩罚我，也得告诉我原因吧。”林回顶撞回去，他还就不信了，平白无故就罚他，还有没有点道理了？方师傅冷哼一声，道：“你将东西弄丢了，还敢和我顶嘴？东西丢了？”林回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丢了什么东西？要说丢东西，那也就只有早上起来他找了一会儿的玉佩，可是现在玉佩就在自己的身上啊。想到这里，林回连忙从口袋里面将玉佩拿了出来，可是当他拿出来的那一刻，玉佩竟然化作了齑粉，这一下让林回大惊失色。这可是道家先祖的东西，何其珍贵，怎么就变成粉末了？回来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等一下，林回眯了眯眼睛，这玉佩是道家先祖的东西，按理来说，玉桂身为鬼，就算是鬼王，也不能轻易触碰吧？可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是玉桂亲手将东西交给自己的，那么这玉佩是被动了手脚了。这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了林回的脑子里面，就再也收不住了。他惊恐万分地看着自己面前的方师傅，想要说什么，却被方师傅身上极重的威压给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双脚发软，身上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无力地朝着地上跪去，双肩被强大的威压压着，整个人低着头。他看不见方师傅脸上痛心的表情，也看不见隐藏在暗处的玉桂脸上的心痛。“师傅，对不起。”林回咬着牙，艰难地说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明明他拿到的时候都是好好的，怎么一回到菩提寺就……如果说这不是玉桂做的，他不会相信的。只有他和玉桂接触过玉佩，不是玉桂做的，难道会是自己吗？他想到玉桂当时的表情，脸上露出古怪的神色来。啊，自己喜欢的人竟然这样陷害自己，不对，他怎么忘记了？玉桂不是人，是一只鬼呀！这就是他爱的东西，真是讽刺。自己身为一个道术师，怎么就信了鬼话呢？愚蠢！对不起，你知道你现在说这些是多么没用的事情吗？方师傅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林回，他痛心疾首，
原以为凭着玉佩和灵回的特殊关系，能够将另外一半给找回来，到时候他就可以将那只鬼王给完全封印。谁知道不仅没有找回来，现在连这仅剩下的一半也给毁掉了。难道是天要亡他到家吗？其实方师傅根本就不知道灵回和玉桂的关系。他当初收养灵回的时候，正好放在怀中的玉佩被灵回碰到了，结果就发出了一阵光芒。他当时想的就是这孩子是个有道家仙缘的。果不其然，在和其他几人一起学习的过程，他这方面的天赋就被慢慢的展现出来。不管学什么，都会比别人快上很多，而且用起来的时候得心应手，几乎是属于零失误的状态。他几乎都认定灵回是他的继承人了。出去和那些老头子交流的时候，他每次都会说自己有一个很厉害的徒弟，哪天一定要让那些老家伙们大吃一惊的。但是现在却遇上了这种事，这种不可饶恕的事情，为什么偏偏会是他呢？方师傅原本想的是，只要灵回将另一半玉佩找回来，那么他就将毕生绝学都传授给他，而且还将推举他成为下一任道家的掌门人。现在看来，一切都落空了。他身为掌门人，将信物给弄丢了，这已经不是能不能够重新封印鬼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道家存亡的问题。他就算再怎么惩罚灵回都没有用，东西已经丢了。要是被那些人给知道了，灵回的下场绝对是不能想象的。想到这里，方师傅轻叹了一口气，微弱的几乎都不能发现他叹气了。为今之计，只有这一条路了吧？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再留你了，你走吧。方师傅轻描淡写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旁边的圆锥傅欢以及跪在地上的林回都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林回是最惊讶的一个，他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因为一块玉佩，自己就要被逐出师门。他心里是一直想要离开的，可是到了真正离开的时候，他却会生出些许不舍来。不是这样的，怎么可能因为一块玉佩自己就要离开呢？这一定是在做梦吧？还是一个噩梦？林回不断地在心里催眠自己，这只是一个梦，醒来就好了。可是现实给了他一巴掌。方师傅没有等林回多想，立即就说道：“将你的东西收拾好，今天就离开。我这里不需要做事这般不知道轻重的弟子。”方师傅的话犹如一把刀子，狠狠地插进了林回的心，鲜血直流，窒息的感觉朝他涌来，就像是溺水的人。他在水中沉沉浮浮，却始终没有人将他拉起来，那样的感觉太过无助。躲在暗处的玉桂也不明白为什么方师傅因为一块玉佩就要赶林回走。在玉桂看来，就算没有玉佩了，也还有其他方法镇压他，并没有必要将玉佩看得那么重。玉桂会这么想，完全是因为他不知道玉佩在现在的道家圈子里代表的意义。要是知道了，估计也只是笑笑而已。那玉佩本就是千年之前他送给林回的，竟然会成为信物，也真是讽刺。不过现在不是想那些的时候，要是林回被赶走，那么他接下来的计划就要改变了。师傅，林回只是这一次不小心而已，你就饶恕他这一回吧。圆锥不忍心，上前劝说道：“林回一直在菩提寺，外面的世界那么危险，身为师兄，圆锥怎么会让他一个人离开呢？”傅欢此时面上的表情终于有所改变，他不再是之前的温文有礼，而是换上了一副担忧的表情。他站在方师傅的面前，说道：“你总该听一听林回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傅欢的话才算是说到了点上。方师傅重新将视线放在了林回的身上，说道：“那你就说说，这玉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林回咬牙，他总不能说是因为被鬼王摸了一下就变成粉末了吧？不能让方师傅知道他和鬼王有关系，也不能让方师傅知道鬼王已经出事了。他的沉默落在方师傅的眼中，就是代表了他已经默认了自己办事不力。本来还有点私心的方师傅，现在已经算是放弃了林回，他只能尽可能的将他排除在这件事之外，不要再掺和进来。事实上，林回早就走不掉了，
从他和玉桂相遇的那一刻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一切都开始重新谱写。而林回身为其中的一个棋子，只能慢慢融入其中。方师傅妄想以一己之力保全林回，根本就是痴心妄想。这些事情也是在不久的将来他才知道的，可是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林回，你快告诉师傅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圆锥在一旁着急的不行，看着林回沉默不语，更是着急的催促他。但是不论他怎么说，林回就是闭着嘴，不肯说一句话。林回，你倒是说话呀！圆锥看着林回，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说话了。在他的心中，林回不是那种会马虎到做出这种事的人，他根本就不相信林回会被方师傅逐出师门。我没什么好说的。终于，林回开口了，但是他说出的话却是众人都不太想要听到的。我马上就去收拾东西，不再踏入菩提寺半步。林回的话落在众人的耳中，除了方师傅隐藏的极好的如释重负之外，其余两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不同程度的惊讶。而在圆锥的脸上，除了惊讶之外，更多的是不理解。他想的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林回都不会离开菩提寺的。可是现在因为一块玉佩就要离开的话，他第一个不同意。不可以，你不能走。圆锥上前一步，拉住林回的手，不让他进去。几人僵持在原地，而暗处的玉桂则是看着圆锥拉着林回的手，眼神中的黑暗翻波涌动，心中不断地浮现出一个念头：杀掉他。为什么不走？林回反问一句：师傅，那玉佩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非要让林回走呢？就不能法外开恩吗？圆锥死死地拉住林回，说什么也不放开他的手，转身只问方师傅能不能网开一面。方师傅何尝想要林回离开？可要是林回不离开，这件事被闹大，到那个时候，林回就算是想走也不能走了。方师傅正是为了保全林回才这么做的，偏偏自己这个笨徒弟还在这里说傻话，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法外开恩，哼！做出这样的事情，只是逐出师门，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要么赶紧走，不然我可不保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方师傅的语气中满是威胁的意味。林回聪慧过人，不会听不出来。他挣脱了圆锥的牵制，一个走进了菩提寺，而后其余人也纷纷走了进去。但是在圆锥进去的时候，他突然跌了一跤，正好倒在了门槛上，鼻子被撞得红肿。怎么了这是？连路都不会走了。傅欢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走回来将圆锥从地上拉了起来。圆锥朝着旁边看了看，疑心有什么东西刚才绊了他一跤，可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难道是他太多心了？看见圆锥的动作，傅欢不由好奇道：你在看什么呢？没什么。圆锥连忙摇头，然后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跟在林回的身后进去了。这个时候，玉桂才慢慢从暗处现身。他十分在意这个圆锥，身为男人，他再清楚不过刚才圆锥的那些举动了。这个圆锥胆子还真是大呀。玉桂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若有所思，回到自己的房间。林回直接坐了下来。他没有收拾东西，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收拾。菩提寺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突然让他离开，他怎么受得了？这里的一花一木全都是他的朋友，所有的东西都有他的心血在里面。他要走，这些东西怎么办？带不走，难道要让他们就此尘封在这里吗？无数的疑问盘旋在林回的脑中，他只觉得自己的脑袋快要爆炸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是他连做梦都没有想过的。玉桂，林回轻轻呢喃着这个名字。从遇上这只鬼开始，自己的人生似乎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说是自己的性情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以前那般沉默寡言，而是多了些活泼，也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期待。这是以前的他从来不敢想象的。可是遇上玉桂，奇怪的事情也接踵而来。先是旅店老板儿子离奇死亡，然后是自己的记忆离奇失踪。
再来就是玉佩莫名其妙就变成粉碎的细末。如果说1次2次是意外，可是3次事情加起来，那就不算是意外了。但是唯有一件事林回错怪了玉桂，那就是关于他的记忆，就连玉桂都不知道他的记忆为什么会消失，真是冤枉。林回，你在里面吗？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圆锥的声音传了进来。进来。林回说了声，圆锥自己就推门而入了。看见林回满面愁容的样子，圆锥的心中不免有些心疼起来。林回，真的要走吗？似乎觉得圆锥说这话实在是奇怪，刚才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为什么还要这么问？不过毕竟是一起长大的情分，也不能什么也不说吧。不走能怎么办呢？师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本来就是我的不对，这也怪不了别人的。林回扯出了一个笑容，笑得实在是勉强，就像是哭一样。圆锥捏了捏他的脸，然后说道：行了，不想笑就别笑了，很难看的。被人说难看，林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波动，只是撇撇嘴，然后耸耸肩道：我要是不笑笑，难不成还哭给你看？我是走了，又不是死了。你要是想要找我，还不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真当我不回来了？那些话不过是说给师傅听的而已。你傻呀！对于圆锥信以为真的傻样，林回表示自己的心情很好。我还以为你真的……说到这里的时候，圆锥突然停住了，没了声音的空间显得格外的寂静。突然安静下来，林回有些奇怪，转身看向圆锥，眼神里带了些询问。什么？林回问道。可是没有等到圆锥说话，圆锥就被随后赶到的傅欢给拉出去了。怎么还没看够？低沉的声音传入了林回的耳中，他下意识地回过头，却正好对上了玉桂那张帅得人神共愤的脸，而自己的唇正好擦过他的唇角，看起来格外的诱人。林回的脸不争气地红了，像个熟透的红苹果，还透露出一股芳香，忍不住让人想要咬上一口。而玉桂也真的这么做了，她凑了上去，在林回的嘴边咬了一下。林回吃痛，往后退了一步，惊恐地看着玉桂，似乎在控诉他刚才的行为。你就这么出现，不怕他们进来看见你了？林回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玉桂都这么有恃无恐，好歹这里是菩提寺，是道家的主场，你说你一只鬼不怕也就算了，还这么明目张胆的，好歹也得给他们留点面子嘛。玉桂轻哼2声，对林回的话不感兴趣，他在意的是刚才的事情。说说那个圆锥跟你什么关系？玉桂慢慢靠近林回，他敏锐的直觉告诉自己，圆锥那小子绝对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林回皱眉，不知道玉桂是什么意思，他伸手推开了玉桂，说道：他是我师兄，有什么问题吗？师兄，仅仅只是师兄吗？玉桂又恢复了之前那副语调轻轻的模样，斜靠在门框边，懒洋洋地问着：不然还能是什么？林回反问一句：他喜欢你？我看出来了。玉桂的话让林回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说圆锥喜欢他，不是在说笑吧？圆锥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真是天大的笑话了！别开玩笑了，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林回不相信玉桂的话，还严肃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可是玉桂看得出来，圆锥看向林回的眼神里，分明就是一个男人看女人的眼神，而不是师兄看师妹的眼神。要是这一点他都不清楚的话，还自称什么鬼王？好歹他的阅历也是摆在那里的好吗？也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敢对林回抱有那样的心思，真是活腻了。玉桂的心中对圆锥可谓是充满了敌意，他一定要将林回尽快带走，不然还不知道会发什么事情来。玩笑，林回，你该不会不知道你在男人眼中到底有多迷人吧？玉桂轻笑一声，这小女人这是笨到家了，难道她不知道自己这个样子是最能引起男人的保护欲吗？不过还好，这样的小女人是自己的。林回被玉桂的话噎得说不出声来，他的确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圆锥怎么会喜欢自己呢？他们明明是师兄妹呀！
而且平时的时候就属圆锥会欺负自己了。其实也不算是欺负，他就不会像傅欢那样子宠着自己。没错，林回在菩提寺中的地位，就是团宠一样的存在。傅欢会像长辈一样，在什么方面都对林回格外的照顾，甚至是做错了事也会帮着承担。什么抄写符文之类的，傅欢嘴上虽然不说，但是也会悄悄抄写好了，偷偷塞在林回房门底下。每当林回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是傅欢第一个去为他准备好一切。而圆锥可能就是一种另类的关心了吧？抄写符文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圆锥会想尽方法犯错，然后和林回一起抄写符文。有时候自己的抄写不完，还让林回帮忙。身体不舒服了，没关系，第二天你就会发现圆锥莫名其妙的发高烧，让林回不得不早点好起来，好去照顾他。因为整个寺庙里面，除了林回会对他多上2分心，便再没有旁人了。方师傅虽然是他们的师傅，但是除了道术上的事情，便不会关心他们其他的事情了。而且傅欢也不会对除开林回以外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行为，所以如果没了林回，那么圆锥就是一个人了。他是最不想让林回离开的人，他已经很久没有尝试过孤独的滋味了。如果真的是你说的那样，我会和他说清楚的。林回低声地说着，眼底流露的情绪是从未有过的凝重。独自坐在房间里的圆锥看着桌子上摆放着的一些东西，笑了几声，无奈地摇头：“圆锥呀圆锥，你说你是不是痴心妄想？真是白痴一个。”圆锥眼神暗淡，他到底在期待些什么呢？我说过了，让你离他远一点。傅欢在私下的时候，脸上总是冷冰冰的，但是这样的表情他从未在林回的面前展露过，所以他留给林回的印象就是一个常年带笑的长辈，很亲和。傅欢的话让圆锥从自己的世界中回过神来，他抬起头，愣愣地看着傅欢。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傅欢可以这么肆无忌惮地对林回好？他每次做什么都要先深思熟虑一番，还要考虑林回是不是能够接受，这到底是为什么？圆锥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能和傅欢一样，光明正大地对林回好，偏偏要用那样奇葩的方式？是不是从一开始他就错了？是不是？傅欢，你明知道我喜欢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挠？圆锥终于忍不住了，他嫉妒傅欢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林回好，嫉妒林回总是用笑脸对着傅欢，而到自己这里的时候，林回大多数是嫌弃的眼神。这样的落差，他的心里实在是不能忍了。傅欢听到圆锥的话，不由轻嗤一声，似乎在嘲笑圆锥说的话有多么的离谱。我和你不一样，我对他只有长辈对待小辈的关心，而你应该将你那些龌龊的心思给我收起来，不该对林回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傅欢说这话的时候，整个人的气势陡然变化，让圆锥不敢相信这样的话会是傅欢说出来的。平日里笑脸相迎的傅欢，只有在面对林回的事情上时，才会露出一点点不一样的情绪来。要是谁对林回有非分之想，那么这样的情绪会被无限放大，乃至让对方不敢再起这样的念头。阴沉的声音在圆锥的耳边回响着，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直到林回的声音传来，他才猛然惊醒，自己刚才到底听见了什么？圆锥，你怎么了？我叫了你那么多次，怎么都不回答我？林回站在圆锥的面前，看着他恍惚的神情，不由出声问道。圆锥尴尬地笑了2下，然后说道：“没事没事，我想事情呢。对了，你找我做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我不是要走了吗？特地来和你道个别。”林回有些别扭地说着，然后想了一会儿，摸摸自己的头发，继续说道：“那么我就走了，你记得给我找个嫂嫂啊，我等着喝你的喜酒。”说完以后，林回转身就要走，可是这个时候突然被圆锥拉住了手。林回不解地看着圆锥，用眼神询问他有什么事情。圆锥嗫嚅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还是放开了林回的手，
露出了一个笑容，如释重负地说道：“好，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在外面有什么事情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赶过来的。”袁追看着林回离开的身影，脸上的笑意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连他自己都不懂的情绪，似乎是难过，又似乎是解脱。他终于肯承认，林回的心里始终没有自己，也终于认清自己的身份。他配不上林回，而且傅欢也不会让他们在一起的。想到傅欢，袁追竟然笑了起来。自己原来还以为傅欢喜欢林回，可真是犯了天大的错。看来自己是时候换换口味了，毕竟林回还等着喝自己的喜酒呢。林回离开的那一刻，菩提寺的上空出现了一大团乌云，一场大雨就这么毫无预兆地下了。我就说是你想多了，袁追根本就没有那个心思好吗？林回拖着一个行李箱，慢悠悠地走在森林之中，身边还跟着一个脚不沾地的玉桂。玉桂冷哼一声，说道：“他那是没胆子向你承认，他要是不喜欢你，我才不信。”玉桂孩子气的话让林回不由笑出了声，他实在是搞不懂了，承认喜欢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要是袁追在刚才的时候真的说了那样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真的完蛋了。比起恋人来，他更加希望袁追像哥哥一样，像家人一样的陪在自己的身边。玉桂是独一无二的，他从遇见他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了，只是玉桂不知道自己已经在林回的心中占据这么重要的部分，还在那里吃干醋，引得林回不由哈哈大笑起来。雨水滴落，溅起水花，林回的裤脚都被打湿了。怎么好端端的就下雨了？这天气预报真是越来越不准了，早上还说是大晴天呢，真是见鬼了。林回小声嘀咕着，突然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之后，不由哀怨道：“可不是见鬼了吗？自己身边就跟着一个呢，白痴！”听到林回的话，玉桂耸肩，无所谓的模样让林回想要打他一顿。他倒是好，不用搬行李，也不用害怕雨水，一个法术就搞定了。可是林回是人呐，他是会道术不错，但是这都是对付鬼的招数，可不是用来对付老天爷的招数。他只能认命地提着行李箱在小路上慢悠悠地走着。还好他的行李箱里面只装了几件衣服和必要的法器，不然他还真是没办法了。看见林回的模样，玉桂只觉得好笑，只要稍微对自己撒个娇什么的，这些事情不就解决了？然而玉桂想错了，林回不是那种会撒娇的人，要让他撒娇，简直比登天还难。你怎么不求求我呢？玉桂双手抱胸，飘在林回的身边，他的身上并没有被雨水打湿一丁点。雨水快要落到他身上的时候，转了个弯儿，朝着旁边飞去了。似乎他的周围有什么看不见的屏障，阻挡了雨水落在他的身上。听到玉桂的话，林回只是用眼睛看了他一眼，然后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顺便说道：“身为男朋友，眼睁睁看着自己女朋友提行李打伞，一点忙都不帮，真是没风度。”林回的话让玉桂愣了一下，他刚才听见了什么？没风度？他活了这么久，不对，是当鬼这么久，还是头一次听见别人说自己没风度的，而且这人还是自己宠着的。真是天下奇闻了，放在以前，谁敢这么和他说话？也对，要是谁都敢这么说话的话，那他岂不是太没面子了？好了好了，我帮你还不成吗？说的我跟个坏人似的。玉桂无奈，伸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然后一阵黑光将行李箱包裹，瞬间消失不见了。见到这样的情景，林回惊讶万分，还有这种操作的？我行李箱呢？林回问道。在我的冥想空间里面。玉桂终于不再漂浮在半空中，而是落到地面上来，接过了林回手中的伞，替他挡住外面的风雨。冥想空间，林回更是惊讶了。你不是鬼吗？鬼还能有空间？确定不是什么玄幻小说里面的修仙？修仙应该差不多吧？谁说鬼就不能有空间了？这可是我自己修炼出来的，除了活物以外，什么东西都能装。怎么样，要不要和我一起修习鬼道？玉桂略带诱哄的声音在林回的耳边响了起来。
林回往旁边扭头，不去看玉桂此时臭显摆的表情，说道：“我是道术师，学鬼道做什么？难不成你想让我变成鬼呀？算是我怕你了，说不过你，赶紧走，这破地儿我待够了。”说着，玉桂拉着林回就朝前走去。走了一会儿，林回突然停了下来，玉桂也只得跟着停下来，问道：“小姑奶奶，你又怎么了？我记得你是被封印在后山的，你跟着我离开太久，不会有问题吗？”林回想起自己上次见到玉桂的情景，那个时候他还在黑黝黝的山洞里面被铁链锁着，现在跟着自己到处跑，也真是谁也想不到的。玉桂笑了笑，突然想到自己放在后山的那个傀儡，摇了摇头，回答道：“不会有问题的，而且你师父也不会发现我已经出来了。”听到玉桂这么说，林回才总算是放下心来。而在玉桂心中想的则是，方师傅用来镇压自己的那块玉佩已经没了，对自己的威慑作用不知道少了多少。本来自己就在地牢里面来去自如，如今更是可以肆无忌惮了。不过是个区道术师，根本不足为惧。要不是为了在林回的身边待着，他才不会甘愿窝在那个地牢里面，暗无天日不说，每隔几年还要听那老头的鬼话连篇，真是当自己是天下无敌了，还真以为他能镇住鬼了，真是不自量力。那你有什么事的话，一定要告诉我，我不想让你陷入危险之中。还有啊，我现在离开了菩提寺，应该会有很多鬼怪来找我，你应该可以收他们为己用。林回想起自己一离开菩提寺就会莫名其妙招惹上鬼怪的体质，也是头疼。不过他隐约能感觉到，有玉桂在身边的话，就不会有鬼怪的侵袭了。或许是鬼王的威压，让那些小鬼们不敢轻易靠近。你也发现了吧？玉桂知道林回聪明，自然是知道了其中的一些事情，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林回点点头，说：“我之前会招惹鬼怪，但是这次去墨城却一点事也没有。我估计是你做的。以后看见我身边出现什么东西，千万不要惊讶，平常心就好了。我会惊讶，你别忘了我可是鬼王。”玉桂轻嗤一声，看林回的神情就像是看傻子一样。两人一起有说有笑地踏上了去往城市的道路，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此时在菩提寺里面的方师傅却慌了神，他收到了来自道家观坛的信件。这封信件上的内容大抵是说，快要到道家掌门人选举的日子，按照惯例需要将信物交由长老会保管，直到选出新任的掌门人。方师傅慌了神，他倒是能够推脱一阵子，说自己现在正在后山闭关，那些个老东西都知道菩提寺后山有什么，自然不会为难他。可是躲得了一时，躲不过一世，要是不把信物交出去，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5年一届的选举大会，看来又是一场风波了。这次你们俩都和我一起去。方师傅打定主意，要是这次不能混过去，那么就只能玉石俱焚了。傅欢和圆锥自然是不知道方师傅的打算，只知道以往都是方师傅一个人前去的，这次突然带上他们，估计会有什么变故。我们都走了，寺庙谁看守？圆锥担心的还是后山的事情。据他所知，方师傅每一次封印完的月圆之夜，都需要有人镇压在菩提寺的中心上，不然鬼气冲天，会影响到菩提寺的整个运作。方师傅沉思了几分钟，然后才说道：“我会留下镇压的法器，暂时不会出什么问题。参加完大会之后，立马赶回来就没事了。这次关系到我们菩提寺的生死存亡，一定不能大意了。”圆锥和傅欢点点头，随后回去收拾自己的行李去了。这一走就是半个月，寺庙里的事情得打点好才是。等到3人收拾完毕上路的时候，菩提寺里面多了一件镇压法器，只是不知道他们再次回来之时，会不会出现什么不可预料的变故。而在后山的山洞里面，那个玉桂幻化出来的傀儡，在黑暗中竟然发出了沉吟的低笑声，回荡在整个山洞之中，显得异常诡异。终于走出了菩提寺的范围，
林回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转过身看着身后的那片森林，这是他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可是现在却要离开，那么多的记忆都是在这里，还有点舍不得了。看见林回略带忧伤的眼神，玉桂走过去，揽住他的肩膀，轻声说道：“你还有我呢，别想那么多了，先去找地方落脚才是要紧的。”林回点点头，从今往后，他的人生和菩提寺再没有任何关系了，他将是一个全新的自我。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还有更大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这一辈子都将和菩提寺难舍难分，道家源远流长，从1000年之前流传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人不相信鬼神之说，认为鬼神这些东西都是子虚乌有的，道家的地位也渐渐的下降，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而且现在的道家一共分为3个派别，排在第1位的就是方师傅他们的菩提寺，被道家的人称为菩提系。第2位是以回溯为代表的涅槃系，这一脉隐居在雪山深处，常年都不曾外出，与方师傅他们比起来，更像是野人，生活也保持着十分古老的习俗。第3位则是在城市中混得风生水起的银族，这一派的领头人也是个奇人，从来不管道家里面的事情，就连捉鬼也很少了，出没在人界的各种高官显贵里面，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枢纽作用。这3派里面最有野心的便是涅槃这一脉，好几次他们都想争夺掌门人的位置，无奈屡屡战败，今年不知道又会闹出什么幺蛾子了。过得最逍遥自在的非银族莫属，他们不过问道家的事情已经很久了，但是遇上事的时候还是会来掺和一脚，这样的派别最令人头疼，可是偏又找不出他们的错出来。再者说，如今剩下的道家传人本就不多，要是自己还起内讧，估计道家也不用发展下去了。方师傅他们这一脉是从1000年之前开始就一直是起主力作用的，第1任的掌门人也是菩提系中出来的，往后每隔5年重新选举，也是从这里出来的。但是到了今年，或许会发生不一样的事情。哟，方师兄到了，今年怎么亲自来了？选举大会是在银族的地盘上举行的，毕竟这里是城市，需要什么东西都比较方便一点，用这里当作选举的地点最合适不过了。接待的人是银族的大长老银辉，此人城府颇深，要不然也不能在那些人里面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还能安然无恙了。方师傅客气地笑了2声，然后说道：“银辉老弟，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硬朗，道术上不知道有没有长进呢？”方师傅很自然地将话题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上去，不能让别人知道信物已经没了，不然还不知道要生出多少祸端来。银辉摇摇头，打趣道：“哪能和你们比呢？师兄你也是知道的，我们这一脉已经很久不研习道术了，哪还有长进呢？这可不行。怎么说也是道家的传承人，不要一味只知道躲懒，混在那些个钱堆堆里面可就不出来了。”说话的是涅槃系的迦兰，他一身灰色的袍子看上去显得他老气无比，明明看起来就是30岁左右的年纪，非把自己裹在一件灰色袍子中，实在是不懂他的品味。看见迦兰来了，银辉又立马迎上前去，露出一张讨好的笑容：“迦兰师兄，你也来了，这次大家怎么都到得这么早？这是要出什么喜事了吗？选举大会还能出什么喜事？我只希望今年的掌门人是我涅槃系的就好。”迦兰不屑地哼了一声，看着方师傅的眼神充满了恶意。他此生最大的劲敌就站在自己的面前，偏偏自己还要毕恭毕敬地尊称他一句掌门人。这一次，他绝对不会再让步了。道家掌门人的位置一定会是他的。对于迦兰对自己的恶意，方师傅并没有太过在意，毕竟这么多年来，他就是那样的性子，说多了也无益。现在方师傅只希望不要露出任何破绽才好。行了，既然大家都到了，就先去休息，晚点再进行商谈吧。傅欢，
你说师傅这次为什么把我们都带来了？圆锥和傅欢住在同一间房间，他将自己的东西都整理好之后，坐在床铺上，无聊地问着还在收拾东西的傅欢。傅欢是属于那种就算没有东西收拾，也要找东西出来收拾的性格。总而言之，就是想要将视线中所有的东西都给收拾一遍，一定要让视线所及之处一尘不染。傅欢只顾着收拾东西，完全不理会圆锥说的话。他认为，既然方师傅带他们来，自然是有他的理由。他们在这里想太多，不仅对事情无益，还会徒增烦恼。这样没脑子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圆锥见傅欢没有理会自己，不由有些泄气。他不禁想到，要是林回在这里就好了。想到林回，圆锥的眼神暗淡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有林回了。再说，这边在房间休息的方师傅，他静静地坐在床边，看着手中的那半块玉佩，神色犹豫，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手中的玉佩和之前粉碎掉的玉佩一模一样，但是这已经不是最开始的那块玉佩了，而是一块高仿的，不知道能不能骗过他们。哎，方师傅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这可能是他做过的最不能饶恕的一件事情了吧。不过好在那些人也只是看看玉佩在不在，根本就不知道具体作用是什么。只有新任掌门人才有资格知道玉佩的使用方法，而这一次他要做的就是将自己的人推上这个位置。你说这次那老家伙打的什么主意？亲自来了，离选举会还有2天呢。以往的这个时候，不是先将信物送过来，等到开始的时候再过来的吗？让我猜猜，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意外发生了呢？比如，为什么他不带自己的得意弟子来呢？嘉兰站在大厅里面，看着眼前的人，笑着问：嘉兰，你太多话了，不该管的事，不该问的事，就不要多嘴。说话的是涅槃系的掌管者回溯。回溯的眼睛是琥珀色的，他虽然是掌管者，但是看上去只有17、18岁的样子，身上却有一种连方师傅都比不上的威严。他的头发也是琥珀色的，在阳光的折射下会发出点点的光芒，让人不禁想到了夜晚的星空，那种璀璨的感觉是任何人都形容不出来的好看。修长的手指轻轻敲打在桌面上，一下一下，颇有节奏的声音在空间中回荡。回溯，你难道不觉得这里面有猫腻吗？而且，你难道不想当上道家掌门人吗？嘉兰蛊惑着，想要让回溯站在自己这边。他不是很明白，明明回溯的道术就要比方老头那家伙高，为什么回溯甘愿屈居人下，守在雪山深处多年，从不过问这些事情？他嘉兰哪里比不上别人了？道家掌门人的位置就该他来做才对。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心底想的是什么，收起你那些花花心思。我说了不能动菩提的人，就一个也不许动。说到这里的时候，回溯的语调才有了明显的变化，一双琥珀色的眸子中满是阴狠。这样的表情配上这样一副面孔，实在是怪异，可是偏偏又让人找不出来不合适的地方。大概回溯就是这么一个怪人，他的逆鳞就是菩提系，没有人敢动菩提系一根毫毛。这件事是方师傅也不知道的，所以菩提系的人才会一直稳居掌门人的位置。说起来，回溯的身份是个谜，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多大的年龄了。自从方师傅这群人在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了。从道理上来讲，回溯的年纪绝对要比方师傅大很多，但是他的容貌还是维持着少年时候的模样，这让所有人都惊奇万分。不少道家人说他是修习了容颜之术，可以永葆青春，但是事实上，修习道术的人都会减缓自己的衰老，可以比普通人多活个100、200年。但是青春还是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就拿方师傅来说，他现在已经是200岁的高龄了，看上去还是和60岁左右的人差不多。而嘉兰也是100岁的年纪，看上去也是30多岁。道术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青春之术，回溯的身份更加蒙上了一层面纱。整个道家
除了掌门人的身份地位没有人能够反抗之外，就属回溯的权力大了。只是他从不掺和这些事情，对于底下的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触碰到他的底线，就算你闹翻天，他也不会出声多说一句。但是你要是不知死活，敢对菩提系的人动手，那么就等着客死他乡吧。回溯的力量属于道术，但是又比道术蛮横。曾经有人亲眼见过，他捏出来的法诀是金色的光芒，里面蕴含的力量极其霸道，可以让鬼魂在眨眼之间就灰飞烟灭。对于一般的道术师来说，这样的能力实在是太过于惊人了。他们要想消灭一个鬼魂，非得借助法器，甚至还要时间，哪里像回溯一样，顷刻之间就解决了。没有人敢得罪回溯，也没有人敢去招惹菩提系，这才是菩提系能够生存到今天的主要原因。可是这一次，迦兰打定主要对菩提系下手，那就只能看看是谁更狠心了。迦兰对回溯的话置若罔闻，他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个机会，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得到消息，方老头那家伙的徒弟林回因为犯了错被逐出师门，现在整个菩提系剩下的另外2个弟子都是草包。这么好的机会不去争夺掌门人，那不是傻子吗？再说了，银族都不会参加，这就是天赐的良机，是他迦兰光宗耀祖的机会。我知道了。迦兰嘴上虽然这样说着，但是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夺得掌门人之位不可。听到自己想要的答复，回溯才恢复了原样，不再对迦兰冷眼相向了。只是他不知道，迦兰已经另做打算了。这一次的选举大会会很有意思，故事未完待续，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将持续更新，点赞越多，更新越快。完整版可关注频道播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